家里鸡婆子都没一个，哪里来的鸡蛋呢？成天惦记着那张嘴，我看你这鼻子呀，鸡屎都闻着香。去，别来烦你大哥，他还病着呢。王大坤却因嘴里堵了个鸡蛋，嚼又不敢嚼，咽又咽不下去，噎得直翻白眼儿。娘，给我库房的钥匙，我要去拿花生。你这小兔崽子，那花生可是你奶留着大年初一供祖宗神仙的，你吃了回头他饶得了你？娘，你放心，那么一大捧花生呢，我就拿几颗过过嘴瘾，咱奶绝对发现不了。拿2颗尝尝就好了，可别多拿了啊！还有其他东西不能动，都是有数的。你奶他……话还没说完，王大坤再也憋不住了，直接咳了一声，那鸡蛋裹着口水喷了出来，然后一路从床头滚到了地上，又滚到了王大海脚跟前。娘，你竟然给大哥偷偷吃鸡蛋！哎呦，我的小祖宗呀，你别嚷嚷了，让你奶知道可不得了呀！这王大海本就是个火爆脾气，加上这些年刘氏尽偏心王大坤，早就一肚子的火气了，于是推开刘氏冲向王大坤。你个杂种，凭什么爹娘什么好东西都留给你？明明是你害得家里损失了那么多银子，您还把鸡蛋留给你吃，我掐死你！双手狠命的掐着王大坤的脖子，王大坤顿时就感觉肺里堵了一团棉花，呼吸不过来。大海，快住手，他是你大哥呀！眼看王大坤就要被掐死了，王有贵闻声赶来，一巴掌扇倒了王大海。王大坤就跟只死鱼一样瘫在床上，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凭什么你们都骗着他？我王大海哪一点不如他了？你们别忘了，他喜欢兔爷，以后咱们老王家传宗接代还得靠我呢，不是这个连屎都搂不住的混蛋。这话一说完，屋里寂静一片。好半晌，刘氏身子一软，坐在地上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，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？派这么1个2个孽子来折磨我呀，我还不如找棵歪脖子树吊死得了。等刁婆子知道这事儿后，指着刘氏就是一顿破口大骂，说这鸡蛋哪来的？娘，这是我去洗衣裳时在路边草丛里捡的。哦呸！这大冬天的，谁家鸡不过院子里？你个下作的小娼妇，也敢跟老婆子扯谎！接着在刘氏胳膊上狠狠地拧了一把，只把刘氏疼得龇牙咧嘴的。我这老婆子，老天拨地，地给你们吃，给你们住，还瞒着我吃上鸡蛋，可怜我呀！一大把年纪了，现在连口白面汤都喝不上了。今天你不把这事说清楚，我就让有贵休了你！自从出了王大坤那事后，刁婆子就对这个儿媳妇越看越不顺眼，这段日子没少刁难刘氏。娘，你不能休了我呀，我给咱王家生了2个带把的孙子呀！要不是这一点，你还能在我王家吃这么多年的饭？娘，翠凤这些年还是为了这个家和孩子操劳许多的。说着又朝刘翠凤说道，还不快说，鸡蛋哪里来的？是我用1斤烩面找大丫换的。你个败家的短命娘们，你是猪油蒙了心，还是那脑子进了水呀？那烩面现在卖40-50文1斤呢，你拿去换鸡蛋还1个，我的老天爷，你简直要气死我呀！不行，我得找叶大丫算账去。刁婆子风风火火地跑出了院子，王有贵只得跟了上去。叶大丫，你给老娘滚出来！叶大丫拿着烩面饼子慢悠悠地从屋里走出来。刁大娘，你属狗的呀？这大清早的，你跑我家门口乱喊乱叫什么呀？吵死人了！就你家这破地方，狗都不来。说，你是不是用1个鸡蛋换了我家1斤烩面？对呀，刘嫂子找我换的，咋的？咋？刁氏火气上涌，直接冲上去，一把夺过烩面饼子，往地上一扔，用脚使劲地碾了起来。我让你吃，你个不要脸的，连我家的便宜也敢占了！这叶大丫最是贪嘴，所以长了一身肥膘，看自己的饼子被抢了，又被碾了，嗷的一声冲上去，蒲扇大的手一拍，刁婆子就被扇倒在地。坑蒙拐骗还打人呢，没天理了！难怪连个带把的都生不出来，活该你家断子绝孙呢！都说打人不打脸，但这刁氏刚好反了过来。这叶大丫连生了3个女儿，被她相公婆婆明里来暗里去的嫌弃了10来年，现在听刁婆子这么一说，那是气吞山河呀！你个死老婆子，成天放狗臭屁，老娘打死你！一巴掌一巴掌的扇在她脸上，直到王梦山闻讯赶来，这刁婆子才从屁股下解放出来。
来。后来王梦山做主，叶大丫还了半斤粮食，这事儿才了结了。这日天气好，王桃花拿了些粮食去看媒婆子。因着上次受伤的事儿，王桃花隔三差五也会来这个孤寡老人家坐坐。渐渐的，两人熟人了起来。梅大娘，我来看你了。桃花丫头啊，这大冷天不在家里待着，出来干嘛呀？我一个粗老婆子，脸上又没长花，有什么好看的？王桃花走过去，握住她的手，发现冰凉如铁。再看那盆水，没有一丝热气儿。梅大娘，这大冷的天，你也不烧点热水洗，染了风寒可不得了。无妨无妨，我老婆子身子骨可没那般金贵哟。再说染了风寒，我自个儿也能看。你没听过衣不自衣吗？不行，这水太冷了，我来帮你洗。也不管媒婆子拦着，卷起袖子就搓洗了起来。媒婆子只能作罢，去了灶房。等王桃花洗完衣裳，媒婆子端来一碗姜汤。丫头啊，手冷了吧？来，进屋喝碗姜汤去寒气。等喝完后，全身暖乎乎的，很是舒服。大娘，你这姜汤煮得真好，是不是有什么祖传方子呀？你大娘我手笨，做不了什么好菜，就这一碗姜汤煮得还算不错。以前你大爷在世的时候啊，每年冬日我早晚都得煮上一碗。说着就望着空落落的院子，有些失神。大娘，我今天给你带来些大米，还有些上次腊八剩下的豆子，给你留着熬粥喝。这里还有一刀我自个儿做的腊肉，给你挑了点肥的，你把它切了，去蒸屉里蒸软了，也是能吃得动的。媒婆子就那么静静地看着王桃花，突然起身朝睡房里走去。等她再出来时，手里就多了一个鸭蛋大小的木盒子。丫头，打开看看，见里面是一对耳坠子，3颗淡紫色的玉珠间穿着一只银蝴蝶。呀，这耳坠子可真好看。好看吧？这个是老婆子我及笄时我娘送我的，那时我可宝贝它了。这一晃呀，都过了50多年了。来，丫头，把它戴上看看。啥呀？戴上。等王桃花戴上耳坠子，媒婆子满意的打量着，真好看，跟个仙女似的。王桃花想要摘下来，媒婆子一把拉着她的手，丫头别摘了，这坠子是老婆子送给你的。大娘，那可不行，这东西一看就很贵，况且还是你喜欢的，再贵也是个死物，难不成陪着老婆子去地底下呀？听大娘的，带着她，咱们姑娘家的就要趁着颜色好的时候收拾收拾，难不成我这7老80的老婆子还插红带绿的呀？王桃花得了这么件漂亮的首饰，正开开心心的走在路上，想了想，又把耳坠放回了盒子里。前面转角有个人鬼鬼祟祟的左右看了看，然后飞快的闪进了路边的一户人家，门随即哐当一声被关上了。进院子的人正是人嫌狗厌的王二狗。这狗东西干嘛呢？鬼鬼祟祟的。院子是村里的寡妇柳萍儿家，这柳萍儿相公10年前就病死了，生有个儿子，好像在县里酒楼当伙计。早就听说王二狗有姘头，原来女主角是他呀。不对呀，没记错的话，这王二狗的爹跟柳萍儿的男人好像是堂兄弟吧？我的个乖乖，这王二狗竟然和自己的堂婶子搞到一块儿了。再说这柳萍儿都40好几的人了，可是王二狗满打满算才25、26岁，果然畜生的口味都很重啊。正要离开，突然听到屋子里传来的声音：平儿，我的心肝小宝贝儿，有没有想我呀？你还说平日里10天半月不来我这边，这憋得慌了就来一趟，你这真当我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好，是玉郎的错，这段日子雪下得太大了，咱也不好出门啊。玉郎，我的个娘耶，亏他说得出口。你就知道诓我。我的好平儿啊，别生气了，我给你带好东西来了。什么好东西啊？可别再是你婆娘用过的胭脂水粉、帕子之类的，老娘不稀罕。这开心的日子，你提那个黄脸婆干啥呀？今天我可是给你抓了一只老母鸡，养了1年多了，正肥着呢。待会儿你把它炖得烂烂的，咱们好好吃上一顿，然后嘿嘿。还算你有点良心。鸡呢？堂屋里用篓子扣着呢，现在时辰还早，要不咱们先快活快活。接着便是窸窸窣窣的解衣服声音。不要脸，大白天就干这事儿。正要抬脚离开，突然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。王桃花瞅瞅四周没人，等进了院子，王桃花蹑手蹑脚的朝屋子走去，里面正打得火热，床头咯吱咯吱的响。王桃花对着妖精打架并不感兴趣，径直来到堂屋，地上果然有个倒扣的篓子，掀开篓子，一只肥肥的鸡婆子正蔫头巴脑的窝成一团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忙提了鸡就蹑手蹑脚的往院外走去。
路过灶房，看到灶堂里还燃着火，舀起半瓢水泼了上去，立马腾起了一股浓烟。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就飞快地跑得远远的，躲在一个柴火垛后面偷看起来。周边几户人家听到动静，赶紧跑了出来。刘嫂子，你家着火了！王二狗和柳平儿就手忙脚乱地从屋里跑了出来。这还有什么不明白？没看到柳平儿头发凌乱，脖子上全是痕迹，这王二狗更是袒着肚子，提着裤头，可见连裤带都还没来得及系上。柳平儿哎呀一声，就捂着脸跑回了屋子。看什么看？刘婶子家有老鼠，叫我来抓老鼠的。说着大摇大摆地走了。这都抓到别人床头了，还不知道抓的什么老鼠。呸！真是不要脸哟！大白天就干这事儿，没羞没臊的。说来按辈分，他们家还是本家呀。那柳氏是二狗堂婶子呢。这柳氏就是个爱作妖的，一个半老婆子，平日里就喜欢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站在门口搔首弄姿的，也不嫌丢人现眼哟。你们看到没？一个老寡妇还用的粉色肚兜呢。你说这柳氏眼光真差，怎么会选王二狗这种破皮呢？不选他，难不成选你啊？柳平儿和王二狗勾搭的事儿，像一阵风一样传遍了整个村子。前世知道这事儿后，气得心肝脾肺肾都是疼的。这王桃花的事儿还没弄明白呢，又来个柳平儿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他有心去找柳氏撕扯一番，不料王二狗一个巴掌呼了过来。你要敢去找平儿的麻烦，老子就休了你。前世只能捂着脸，恨恨地躲在一旁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少安、冬儿，你们看这是什么？哇，姐，是老母鸡。这个小朋友请注意你的措辞，什么叫姐是老母鸡？姐不是老母鸡，姐是顶顶漂亮的花孔雀。花言巧语，油嘴滑舌，男人果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活该！谁让你嘴笨？姐，这老母鸡哪里来的呀？捡来的。这鸡还有捡的？可不是，姐运气就是这么好，就在那边的坡上，我打那边走过，它从坡上直接飞到了我怀里，我一路问过去，都说没丢鸡，可不就是捡来的。好了，这不重要，咱们大吉大利，今晚吃鸡。说到吃鸡，两个小的都咽了口水。少安，你去院子里挖起土来。冬儿，你去烧水。姐，干嘛要挖土呀？因为姐要做一个不一样的鸡，保证好吃的让你们把舌头都吞掉。三人开始忙碌了起来。姐，泥巴挖了这么多够吗？够了，你加些水下去，把它搅成泥浆，不要太稀了，就可以揉成团的那种。好嘞，这个我在行，以前我和石榴他们用泥巴做过小人呢。等水烧好了，王桃花拔了鸡毛，开膛破肚，然后把鸡的身上抹上酱油，往肚子里塞了些姜片、大蒜和大枣，然后把脖子塞到翅膀下，双腿折断塞进肚子里，取来几张干荷叶，把鸡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往上面裹了厚厚一层黄泥。接下来咱们就要把它放到灶堂里，埋上柴炭灰，慢慢烤熟。姐，这个鸡的做法好奇怪呀，还要裹泥巴。我跟你们说，别看它寒碜，这可是大名鼎鼎的叫花鸡，名字也好奇怪，是叫花子吃的鸡吗？算是吧，不过它还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富贵鸡。这鸡还有个故事呢，想听吗？两个小的猛点头。王桃花已经把炭和柴灰都埋在了泥团的上面，然后又在上头架起柴烧了起来。姐先给你们做个好玩的玩意儿，去取了几根鸡的尾羽，又拿来几枚铜板，用铁丝把铜板穿在一起，然后把鸡毛绑在上面，这叫毽子，漂亮吧？姐，这东西咋玩呢？用脚踢啊！姐给你们先展示展示，可别眨眼哦。等王桃花稍微适应了后，左右脚变换着踢着，有时毽子落到身后，还用脚拐一下，毽子又飞了起来。姐，你好厉害，那毽子飞得那么高，可你每次都能踢中，好玩吧？我跟你说，这个毽子多踢踢，还能锻炼身体呢。王桃花就开始教两个孩子踢毽子。王山的小短腿儿每次都踢不中，冬儿就灵活多了，练了几遍竟然能接上3、4个。就这么玩了个8小时，王桃花就带着他们去验收成果了。一进灶房，那香味儿挡都挡不住，王桃花赶紧用烧火棍把那泥团从灰堆里扒拉了出来，表面有几道裂纹，那香味儿就是从里面钻出来的。叫花鸡烤好了，不过现在还太烫了，得等它凉一凉。话刚说完，院外就传来脚步声。桃花，你又做了啥好吃的？香得我哈喇子都流下来了。看来我这菜做得很成功啊，把那么老远的小馋猫都给吸引了来。王桃花笑盈盈地拉着王豆香的手就进了屋子。
豆香姐姐，你今天有口福了，我姐做了叫花鸡呢，听说以前是给皇帝吃的，又叫富贵鸡。别听他瞎吹了，快坐下，咱们开饭。我这运气真好，给你送几根山药来，又赶上了吃好吃的，以后我要多往你家跑了。王桃花就把叫花鸡连泥带碗的端了上来，王豆香立马看傻眼了，看起来像泥疙瘩，这也能吃？屏住呼吸，不要眨眼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说着，拿着洗衣的棒槌敲了敲，那干干的泥巴碎裂。王桃花揭开荷叶，一只肥嘟嘟的老母鸡出现在眼前。这鸡表皮金黄酥脆，冒着层层油光，一看就肥美无比。别发呆了，鸡冷了就不好吃了。撕下2个大鸡腿，分别给了王山和冬儿，扯下一只大鸡翅，放到王豆香碗里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大家这才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姐，这叫花鸡皮是酥的，里面的肉好嫩呐。王山吮着手指，我感觉手指都变香了。怎么办？好吃的我都停不下来了。很快，一只5、6斤的老母鸡就被4人吃干抹净了。王豆香后知后觉地醒悟了过来。哎呀，桃花，咱们太败家了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咱们还敢吃鸡？自己应该早点过来拦住王桃花的，这样鸡就不会被杀了。别心疼了，这鸡白捡的，不吃白不吃。鸡还有白捡的？王桃花把刚才那套话术说了一遍。我知道了，去年咱们村子外打工的来了一条赖皮狗，见鸡就追。听我娘说，好几家的鸡都被那狗撵到后坡了，后来就没找见了。这只鸡肯定是其中一只。就是了，肯定是老天爷看我过得苦，特意送来给我们打牙祭的。不过桃花这吃鸡的事儿可不能说出去，免得有人找你麻烦。咱们今天哪里吃鸡了？咱们吃的是地瓜。对，这地瓜贼香。4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。这日，罗氏给王桃花姐弟3个做了一副鞋垫子。豆香，你回去带我跟你娘道个谢，这鞋底子做得很细致，肯定得费她很多功夫吧？我娘就猜到你会这样说，我娘说不碍事儿，反正山药也挖完了，冬日在家也是闲着的，我和我哥也有新的。好，那我留着过年使用。对了，桃花，张大娘病了，你可知道？什么？张大娘病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呀？前几日就病了。说起来，自从搬了地方后，王桃花就没再去过张大娘家。一来下雪不方便，二来她实在不想看到宋香琴那张晚娘脸。我听我娘说，香琴嫂子大半夜想喝鸡汤，让张大娘起来杀鸡熬汤，这不就受了风寒病倒了。说来这个香琴嫂子真是会折磨人。她是挺能作的，也就张大娘为人慈善宽和，要是宋香琴遇到刁婆子那样的婆婆，够她吃上一打壶的。是吧，我娘还说我乱嚼舌根呢。王豆香回去后，她打开柜子翻了翻，还剩1盒桃酥，又去装了些白面，一起放在篮子里。姐，我和你一起去看张大娘吧。行，咱们一起去。冬儿，那你在家看着。好，姐，你们去吧。等到了张大娘家门口，还没进去，就听到了一阵老人撕心裂肺的咳嗽。王桃花心头一紧，这明显是支气管发炎了。栓子，我口渴了，你去娘屋里把茶壶拿过来。张大娘屋里立马传来张栓子的声音：这就来。你快点呀，想渴死你儿子呀。对了，你过来时顺便把前日罗婶子来给娘带来的炒花生拿来，就放在门口那柜子里。张栓子端着茶壶和炒花生米，刚出了张大娘的屋子，就看到王桃花姐弟俩。桃花和少安来了，别站着，快屋里坐。张栓子屋里的窗子瞬间推开了一条缝，王桃花也不理会，拉着王少安进了院子，就发现原本热热闹闹的鸡窝，现在就剩一只鸡婆子耸着翅膀，耷拉着脑袋，孤孤单单的窝着。看来宋香琴这段日子没少霍霍呀。张大爷正坐在床头抽着烟杆，空气很是浑浊。王桃花暗暗地皱了皱眉，这咳嗽本就大多是肺喉部的毛病，屋里要保持通风，这乌烟瘴气的哪里利于病人康复呀？桃花儿，你们来了。张大娘半靠在床头想要坐起来，大娘你别动，好好躺着，我和少安来看看你，好点了吗？没啥大事儿，就是染了风寒，咳着。你梅大娘给开了几天的药，吃了也好许多了，这大冷天的，害你俩又白跑这趟了。他刚说完就是一连串的咳嗽。大娘你等着，我给你倒杯水去。忽然想起了刚才宋香琴让张栓子把茶壶拿过去了，正要去把茶壶问过来。不用了，大娘现在好多了。桃花，你们坐，大娘好几天没见着你们，怪想你们的。大娘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，
张大娘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头。哎呦，我们少安长大了，知道关心人了。你放心，大娘身子骨硬朗着呢，大娘还要看咱们少安娶妻生子呢。把王少安说的脸都红了。大娘，我给你带了点白米，熬点粥喝，对身体好。还有一封桃酥，饿的时候垫吧垫吧。从篮子里把东西拿出来放在桌上。桃花，大娘好好的，不需要这些东西，快拿回去，你们自个儿吃。你瞧瞧，这还叫好好的？大娘，你甭跟我客气，你不是说我是你的孙女吗？孙女孝敬奶奶应该的呀。你这丫头说来也是个有后福的，自打那次撞了头后，大娘就发现你越来越机灵了，以后得享福哦。那肯定呀，我可是每年正月初一四方神佛都拜呢，总得保佑保佑我呀。说的两个老人都笑了起来。大娘，你记得要多喝温水，可以适当加一点点盐。然后大爷，王桃花故意生气地看向张大爷，您老以后不能在这屋里抽烟杆了，书里说这烟气对咳嗽不好，而且每天的窗户上得开一指宽，让屋里通通气儿。好好好，我老头子明日就不在屋里抽这东西了。我老婆子这辈子就生养了你栓子哥一个，也没个女儿命，到头来却享受了你这丫头的福了。几人就这么聊着家常，倒也让老人开心了许多。大娘，你好好养着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去吧去吧，这天寒地冻的，可不许再来。家里粮食还够吃吗？不够我让栓子叔给你装点儿。够吃够吃，你别操心那么多了，好好休息。等姐弟俩刚出了院子门，宋香琴那屋子的门就开了。王桃花拽着王少安躲在一处墙角。娘，我怕过了病气就不进屋子里了。刚才是桃花来了吧？桃花和少安来了，可是有事儿。哎呦，这几日你孙子很是闹人，我想着肯定又是那张嘴馋了。娘，我看桃花提了篮子来，有没有什么小孩子喜欢吃的呀？屋里沉默了片刻。栓子，桃花送来一封桃酥，拿去给香琴吧。桃酥？宋香琴立马眼睛一亮，嘴里已经溢满了口水。娘，还是你留着吃吧。拿去吧，娘不爱吃这东西。谢谢娘。娘，你对你孙子这么好，以后啊，他肯定跟你心像。张栓子还有些犹豫，宋香琴把笑脸一收，还傻愣着干嘛？娘都让去拿了桃酥了。香琴，咱娘还病着呢，那桃酥咱们就别要了。你以为是我想吃呀？还不是你老张家的种想吃，还不快去！张栓子还是埋着脑袋去了张大娘屋里。王桃花看得火大，这宋香琴也太不要脸了吧！栓子哥眼里只有媳妇儿，没有爹娘了。我不喜欢他了。那你以后会不会只有媳妇儿没有姐姐呀？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娶一个知书达理的好娘子，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少安，你在这等我，我去就来。着急忙慌的跑进张家院子。大娘，我忘了跟你说个事了。张栓子正拎着那封桃酥从屋里出来。桃花，你咋又回来了？这个桃酥，你大娘让我放糖污屉子里。栓子哥，我忘了跟大娘说个事，这桃酥里加了薏仁，属于寒凉的食物，那怀了身孕的妇人千万吃不得。就见张栓子屋子的窗子砰的一声关上了。栓子，还不快回来，这花生难不成让我来剥呀？好，这就来了。栓子哥，那你记得跟大娘说一声，我走了。张栓子只得又把桃酥送回了张大娘屋子。有天晚上，张大爷没吃饱，就吃了块桃酥。这里头也没有薏仁啊，这丫头想来不是被那点心铺子骗了吧？张大娘也吃了块，眼里闪烁着光。老头子，这桃酥有没有薏仁有什么关系？这是桃花在给咱俩出气呢。就这么一直到了过年前的几天，张大娘的病总算好了，不过整个人瘦了一大圈。豆香，我记得你家有篾条呀，你给我编几个笼子呗。桃花，你要笼子干嘛？养鸡？就咱们村现在的情况，谁家还有蛋孵呀？那张大娘不是病好了吗？我想去给她抓点鱼，熬点汤。桃花，你没发烧啊？这大冬天的，河边都结冰了，谁能抓到鱼？你听我的准没错，你帮我编一个长一点的竹笼子，肚子大点，开口小一些。记忆里沟子村抓鱼纯靠手抓。王桃花说完，王豆香略微想了想，就去拿来竹篾条编了起来。不得不说，这小丫头的手是真灵巧，不到半个时辰就编出了一个篾笼。豆香，你这手艺真是绝子呀！咱们村要是论编东西，除了长水叔，我可是不服输的。这小丫头说她胖还喘上了呢。接下来王豆香越编越娴熟，快到午饭时，一共编了4个篾笼。
我手指头都在发抖。桃花，你得补偿我。除了以身相许，怎么补偿？你说吧。哎呀，桃花，你咋啥话都敢说，羞死人了。王桃花看他那样子，不由得笑了起来。桃花，你看我闷在家里都要发霉了，你抓鱼可得带上我。好好好，那傍晚时咱们一起去河边，要是抓到鱼，我煮给你吃。等到傍晚，王桃花和王豆香就拿面笼来到河边。桃花，这扁担河的鱼可精明了，这笼子真行吗？你就放1000个心吧，只要这扁担河有鱼，我就能保证能让你吃到鱼。河心的水流淌速度快，不好抓鱼，于是王桃花直接去了个水泡，这里水流迟缓，水草又多，最适合鱼儿栖息了。捡了几个石头塞进鱼篓子里，然后把半个灰面馍馍撕碎放进篓子里，又在篓子口系了根绳子，就把它沉入水泡子里面。王桃花再把那绳子绑在了旁边的一棵树上。豆香，去下一个水泡子，这就好啦。不然咱们还搬个小闸子在这等鱼儿上钩呀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天快黑了，咱们还要放好几个呢。等放完4个篓子，天就黑了。那冷风一个劲儿的往衣服里钻，两人赶紧跑回了家，约定明天早上去取面笼子。平川县城门紧闭，现如今城外已经积聚了3万余众的流民，依着城墙一带搭建了许多棚屋以躲避风雪。即使这样，每日也有数十人冻毙。丁汝章站在城头，任由雪花扑来。大人，咱们粮仓里剩下的粮食不足200担了，今日还要施粥吗？这城中百姓也有很多人家断炊了呀，不施这大雪天，城外的百姓可就真熬不住了。一旦闹起来，咱们这城里拢共才1万多百姓，能守得住吗？要是流民进了城，那可是泼天的祸事啊！可大人，咱们的粮食就算熬成薄粥，也支持不了3日了呀。走，去孙家、周家、黄家，这3家都是县里大户，家里囤积的粮食颇多，特别是周家，据说城门关闭之前已经存了上万担粮食。孙家在县里口碑一向不错，这次守城的护院也多半是孙府拨出的，除了留下几十担粮食供应府里用度外，把剩余的800担粮食全部捐了。黄家倒也配合，把府里90%的粮食捐了出来。最不识相的要数周家了，明明库里藏着上万担粮食，结果一个劲儿的哭穷。大人呐，不是周某不帮，这年前我3支运粮的商队全都折在了北路，损失了10几万两白花花的银子，家里现在也是捉襟见肘啊，下人们喝的也全都是粥。东海兄啊，前个老夫听说百花楼新出了个花魁娘子，叫毕什么来着？大人，那女子呢叫毕瑶。对对对，是这个名。听说令公子花了上万两银子为其赎身，古有汉武帝金屋藏娇，今有周公子万金赎人呢，这也算是本县的一桩佳话了呀。周东海脸色铁青。丁大人，前阵子我家婴儿递来消息，府台大人今年就会高迁，你说我这贤婿在知州的位置也做了20来年了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缘呢？现在的他早已不把丁县令放在眼里，丁汝章气得七窍生烟，却又动弹不得。周员外有着贤婿助力，将来必定是飞黄腾达呀，富甲一方。不过这城外3万多的流民缺衣少食，这要是闹起来冲进县里，咱们县里这些大户人家又有几家能跑得了啊？这做人呢，还是得广积人善为好啊。周东海听了这话，脸色阴晴不定，最终还是捐了200担粮食。回到县衙后堂，丁汝章一脚踢开一把椅子。人呢？都死哪儿去了？快，本大人上茶。立马有侍女端来了刚沏好的热茶。大人，这周家也太不识抬举了，别人有知州大人这座大山靠着，哪里看得上老夫这小小一县知县呢？大人呢？现如今圣上命小公爷主边关战事和流民安抚之事，小公爷也下了官文，要求长江沿线各州府县每5日汇报县中流民情况。知宗的意思是，听说小公爷对囤积居奇、鱼肉百姓的奸商富户最是不耻，县尊，咱们如实把今日捐粮的情况禀报即可，本官这就去写公文。对了，这些年周家做了那么多恶事，暗中安排人去收集一下。是。几人立马匆匆下去。姓周的，你的后山再硬，能硬得过那位爷吗？这就让你和你的宝贝女婿在孝上段日子。有了3家捐的这1500担粮食，熬成粥也够城外百姓吃上月余了。次日一大早，两人来到第一个水泡，发现那绳子上都结了冰霜，可见昨夜有多冷。王桃花正要拉绳子，等等，闭上眼睛，神神叨叨地朝四周拜了拜。水神爷爷保佑，龙王爷爷保佑，观音菩萨保佑，让我们今天多抓些鱼。看得王桃花一阵好笑，面笼子拉了上来，
豆香，快往桶里装点水，里面有鱼。等把鱼笼子里的鱼倒出来，发现有6、7条手指粗细的小白条，还有2只张牙舞爪的螃蟹。桃花，咱们真抓到鱼了！拜了那么多神佛，总有一个听到了呀。我就说管用吧，走，咱们去下一处。这下2人可是信心十足，结果第2笼只有2条小白条。看来佛神们都去吃早饭了。第3笼甚至是空的，2人都傻眼了。这一下王豆香反而怕王桃花伤心。桃花，估计是太冷了，鱼也在家猫冬吧。等开春来，那时天气暖和，用这办法，咱们绝对能抓到大鱼。你放心，我才不难过呢。至少咱们没有空手而归呀。最后一个水泡子最大也最深，王桃花刚把面笼拉出水面，那面笼里就疯狂地晃动了起来。桃花，动静这么大，里头肯定有许多鱼，倒出来看看就知道了。等倒进桶里，就听啪嗒一声，一条巴掌大的鲫鱼在桶里蹦跶着，溅了凑过来的2人一脸的水。我的天哪，咱们捞到鲫鱼了，还这么大个！桃花，咱们运气也太好了。王桃花也开心的咧嘴直笑，这鲫鱼炖汤可不是最养人的嘛。除去这条鲫鱼，里头还有7、8条小白条和4、5条麦穗鱼。这下可把2人开心坏了。这冬天的鱼最是肥美，这鲫鱼我拿去给张大娘熬碗汤，这些杂鱼咱们拿去煮了，今晚咱们也香香嘴。哎呀，这绝对是最英明的决定。王桃花又拿出面团儿，重新把几个笼子放了下去。咱们明天再来看看。2人开开心心的提着木桶往家走去。王大海正和村里2个玩伴在田埂边溜达，等王桃花路过，王大海3人凑过去看了眼，桶里面是活蹦乱跳的鱼，顿时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。老子好久没沾荤腥了，现在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。那桶里面有好大一条鲫鱼，做碗鱼汤喝喝倒也不错呀。二蛋，骨头，想不想吃鱼？想是想，不过老大，桃花那娘们儿死凶死凶的，咱们最好不要去招惹她。咱们3个大老爷们儿号称沟子村3郎，还怕他个娘们儿？老大，我娘说他可是敢动刀子的，爷我还敢动斧头呢。你们俩想想，这么冷的天，喝碗鲜美的鱼汤，那该多舒服呀。虎头和二蛋家里比王大海还不如，要不是这段时间挖了只山药搭着烩面吃，家里早就断炊了。老大，咱们听你的。在王大海的带领下，3人马上跑上前去，拦住了王桃花2人。王大海，干嘛？没听过好狗不挡道吗？你才是狗！你拿了我的鱼，不得还给我？你的鱼？你们要不要脸？那村头的赖皮狗都没有你们几个龌龊。王豆香，你敢骂我们，老子锤死你！你敢打我试试？我割不扒了你的皮！今天你们必须把鱼给我们，我给你们几个脸了，我的东西也敢动。王桃花这一吼，几人立马就有些怂了。虎头、二蛋，别怕，这娘们儿就剩嗓门大，咱们3个一起上，看着死娘们儿有没有3头6臂。虎头和二蛋互相看了一眼，觉得这话很有道理，于是朝2人走去。豆香，你站我后头，我今天非得把他们揍成猪头。桃花，我跟你一起对付这些赖皮狗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影匆匆跑来。二蛋，你们几个要干嘛？吴墨，是你呀！桃花，他们没有欺负你们吧？他就算有这个胆子，也没这个能力。吴墨，关你屁事呀！要你出来成英雄，快给老子滚开，不然连你一起揍！你们欺负2个小姑娘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跟我打一架呀！吴木高大壮实，3人顿时有些顾虑。我说吴木，你这么护着这娘们儿，不会跟她勾搭上了吧？看不出来呀，我这堂妹老少通吃啊！王大海，你那张嘴再喷粪，姑奶奶保准把她给撕了！吴木则脸一红。王大海，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，咱们都是同村子的，你们这么欺负2个姑娘家，好意思吗？还有虎头、二蛋，你别忘了，那山药是桃花带着大家去找的，你家这些日子能吃上饱饭，都亏了桃花。虎头和二蛋就有些不好意思。大海，吴木说的没错呀，这事儿咱们做的有些不地道，要不咱们走吧？是呀，我想想这鱼也没什么好吃的，净是刺，滚！你们2个没出息的怂蛋！他本还想装一装，就见吴木双手一捏，骨节夸夸作响。看在我死去的二叔份子上，我就不跟你办见识，咱们走。3人正要转身离去，等等，你们几个泼了脏水，就想这么痛快走人？王桃花抡起那根树棍子，狠狠地朝王大海抽了过去。这死丫头也太用力了吧！王大海，咱们断亲了，以后别没皮没脸的赶着认亲戚，还有下次再来找我麻烦，就不是这棍子打你了。王大海刚想还手，吴木就抓住了他的胳膊，接着一甩，把他甩出老远。滚！你们给老子等着！3人跟只兔子似的飞快溜了。吴木，今天谢谢你了，下次他们几个再来欺负你，记得告诉我，我帮你揍他们。吴木，今天我抓了鱼，要不你来我家吃鱼吧？不用，我屋里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飞快的跑走了。
桃花，这吴木可真怪，平日里跟个木头似的，也不爱跟人说话，想不到挺热心的。可能这就叫面冷心热。走吧，回家吃鱼去。两个小的看到鱼也是兴奋不已。姐，这个鱼好大呀，比我手掌还大一半。这是鲫鱼，熬汤最是补身子，咱们熬好就给张大娘送去。还有2只石螃蟹，可惜这东西一点肉都没有，不好吃。肉没有，咱们就吃它的骨头。啥？吃骨头？王桃花就把鱼提到灶房，和王豆香清理起来。等那些杂鱼去了鳞片和内脏，螃蟹去了腮心等物，王桃花倒了点酱油，切了生姜腌了腌，去米缸里看了看，白面刚好还剩一点底。桃花，你不会因为我来蹭饭跟我客气吧？你要这样，我下次都不敢来了。放心啦，我才不跟你客气。我看就剩这么点了，做个面疙瘩都不够，就刚好拿来裹了鱼炸。啥？你都用白面了，还要用油炸鱼？桃花，你真是太败家了。要是被我娘知道，非得念叨3天3夜。你把婶子说的这么抠搜，回头我可要告状的哈。别，你饶了我的耳朵吧，我保证只吃不说话。等锅热了，王桃花把一罐子油全倒下去了，看得1个、2个、3个都目瞪口呆，心疼不已。王桃花把面粉调成稠状的糊糊，把一条条挂糊的小鱼放进了锅里。不到1分钟，那小鱼就炸得金黄，一股喷香扑鼻而来。王桃花赶紧用罩里捞了出来晾着。姐，可以吃了吗？再等会儿，我复炸一下会更酥。约莫复炸了10个眨眼的功夫，就真炸好了。桃花，你这鱼炸得真漂亮，以前我娘煎鱼都碎的。别光看着呀，吃啊！每人拿了一根小炸鱼，一入口，哇，外酥里嫩，一点腥味都没有。等吃完，满口油香。姐，原来鱼可以这么好吃的呀！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以前咱们家没油，再好吃的东西煮出来能香吗？这个我懂，我娘老说油多不坏菜，礼多人不怪来着。就这样，4个人一边聊着，一边把一盘小炸鱼吃光了。桃花，我现在好想快到明天呀，然后笼子里都是鱼。你明早得多拜拜了，只要能抓到鱼，让我把所有神仙拜一遍都可以。王豆香几个在屋里玩起踢毽子，王桃花开始熬鲫鱼汤了。王桃花把切好的萝卜丝儿放进去，这样汤会更加鲜甜，而且冬天吃萝卜对咳嗽也是有些好处的。这汤熬得好浓啊，张大娘一定喜欢喝。王桃花盛着一碗汤放在篮子里，然后把剩下的汤分给几人喝了。桃花，我发现鱼汤比肉汤还好喝，又鲜又甜。要不明日抓了鱼，咱们熬汤吧，还不费油。那小杂鱼熬汤可没这么好喝。好了，你们先玩着，趁着汤还热乎，我先给张大娘送去。张大娘正在院子里扫雪，看王桃花来了，忙迎了上去。桃花，这大冷天咋又来了？我身子都好了。大娘不欢迎我呀？那我走。你这丫头现在精怪得很，还打趣我老婆子来了。走，跟大娘进屋去。宋香琴打王桃花进了院子，猫在窗缝使劲地往外瞅去。保准又带了好东西来。虽说上次的桃酥没吃到，可是那2斤白米都留给我熬粥了，加上糖也是香甜可口的很呐。他推了推在一旁剥花生的张栓子，栓子，待会儿你去娘屋里一趟，看看桃花带了什么东西来。我不去，哪有上赶着瞅别人带来的东西啊？那不是哈巴狗子吗？你去不去？张栓子还是摇头。宋香琴直接伸手往栓子胳膊拧去，可张栓子疼得龇牙咧嘴，也没答应。好你个张栓子呀，你丧良心呀！当初我娘不让我嫁给你，我偏嫁了你，这才几年呀，你就这般对我，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。我一个清白姑娘嫁你这憨货，好衣服没一件，好首饰没一根，还得给你生孩子。哎呀，你别哭了，别哭了，你这怀着孩子呢。给你老张家怀孩子，我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你现在就这般对我，等孩子生了后，我还不被你张家踩到泥底子里了？好，我的姑奶奶呀，我这就去，别再哭了，待会儿肚子又该难受了。垂头丧气的出了屋子，宋香琴一抹眼泪，脸上哪有半点难过之情？老娘还拿不住你。再说王桃花进了张大娘屋里，见张大爷不在家。你大爷被前院地瓜他爷叫去帮忙了。大娘，你这屋里怎么连炉子都不生一个？你这身子刚好，可不能再受寒了。这屋子小，平日没事时都窝床上，倒也不冷。我想着你嫂子屋子宽敞些，眼看还有2个多月就得生了，这冬日里的孩子娇气，就让你哥把炉子搬到他们屋去了。王桃花哪里能不明白？肯定又是那宋香琴作妖了。她把篮子布揭开，把倒盖的碗揭开，那鱼汤散发出淡
淡淡的热气儿。大娘，这是我给你熬的鱼汤，还热乎着，你赶紧喝了。桃花，这天寒地冻的，哪来的鱼呀？突然似想到了什么，紧张地抓着王桃花的手。你这丫头，该不会下河捞的吧？大娘，你放心，不傻，还没下水呢。这是我下笼子抓来的。没下水就好，咱们姑娘家的冬日得少沾冷水，不然容易坏了身子的。好好好，我晓得的。您呀，别老为我们几个操心，快喝汤吧，不然冷了就腥了。张大娘刚要喝，门就被推开了，一股冷风涌了进来。栓子哥，栓子，可是乡亲有事儿？没事儿，娘啊，我就是来看看谁来了。可眼神却瞥向了张大娘的碗，又看向了一边的篮子里，毕竟是自己肚子里爬出来的，张大娘哪会不知栓子的心思。这不，桃花捞了条鲫鱼，给我熬了鱼汤。桃花，你可比你哥厉害多了，这大冷天也能抓到鱼。娘，那没其他事，我先回房了。这宋香琴果然是个眼皮子浅的。有了这么一查，张大娘浅尝了一口，就把鲫鱼汤放了下来。王桃花自然知道她的心思，这是想留给宋香琴喝了。大娘，这鱼汤咋样呀？好喝，我老婆子活了几十年了，这鱼汤是我喝过最鲜香的鱼汤了。我家桃花呀，手艺越来越好，将来在婆家也能抬得起头了。大娘，你就骗我吧，肯定是鱼汤难喝，不然你怎么不喝了？傻丫头，这汤好喝得很，大娘这就喝。于是端起碗喝了起来。等张栓子回了屋子，宋香琴灵敏地从床上坐了起来。栓子，那死丫头拿什么来了？没什么，就是一碗鲫鱼汤。其他的没有？张栓子点头。鲫鱼汤呢？啊什么呀，整天跟个木头似的，我都7、8天没吃过一口荤腥了，有鱼汤不得先可着我吗？那是桃花特意熬给咱娘的，咱不好去要吧？你脑袋是被石碾子给碾了呀？咱们家现在谁最重要？当然是咱们儿子了。这鲫鱼汤本就是补身子的，我喝了说不定你儿子更机灵，以后考个状元不是轻而易举。晴儿，咱娘身子刚好，上次那白米娘也给你熬粥了，这次就让娘喝口吧。你要真想喝鱼汤，明日我去河边瞅瞅，给你抓2条鱼回来熬汤。你个憨货，是要气死老娘吗？半点本事没有，还成日这般给我气受。要不是现在出不了村子，我就收拾东西回宋家村了。张栓子忙又作揖打签的哄了起来，你给我出去，老娘现在看到你就烦。张栓子只得蔫头耷了脑袋出了屋子，正好碰到王桃花和张大娘出来。大娘，那你记得不要太操劳了，多歇歇，等过2日有了鱼，我再给你送汤。桃花，下次别送了，留着自个儿喝。大娘身子骨好得很。那可不行，就这么说好了，就挎着篮子要走。桃花，再过几日就得过年了，家里记得收拾收拾，把那尘土扫一扫。不过那床铺可不许挪动，可是明白？好，记下了。这沟子村年前都要扫尘，扫尘就是扫去那个陈旧不好的东西，把那些晦气、霉运、穷气扫地出门。至于为什么不能动床，古人认为床是藏气纳财的位置，随便变动床位，这样会影响人的运气。第2日吃过早饭，王桃花和王豆香再次往河边走去。等第一个面笼拉起，里面空空如也，直到最后一个拉起，里面依然什么都没有。桃花，难不成这鱼看出了咱们的把戏，不上当了？王桃花也觉得奇怪呀，这冬日食物少，鱼儿最馋嘴，怎么会忍得住诱惑？书上不是说鱼只有7秒的记忆，难道还能记住之前同伴发生的事儿？突然看到岸边有半个脚印，有人来过这里。我捞的鱼算下来就周边几个人知道，也没其他人。豆香，不是鱼变聪明了，而是有人变聪明了。桃花，你的意思是有人把咱们的鱼给偷走了？你看这个脚印就是那人留下来的。王豆香看了脚印也相信了。被我知道是哪个人偷的，姑奶奶我非拔了他的舌头。那你赶紧去拿钳子，我现在就带你去抓贼。不行啊，就这么点鱼我一个人都吃不够，干嘛要拿回去和他们分？再说了，娘有鸡蛋都不给我吃，以后老子也要学聪明点。于是把桶藏在墙角的柴垛后面，等他进了灶房，随便拿了2个灰面饼子。娘，我去趟虎头家，就匆匆地跑出了家门。王桃花2人正往村里赶去，远远就看到王大海拎着个桶，偷偷摸摸地往村口走去。桃花，那鱼果然是这赖皮狗偷走的，咱们的鱼他绝对吃不到，跟上去瞧瞧。沟子村村口边有个矮矮的山坡，上面有座不大的破庙，也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留下来的。这地方很是荒芜，所以平日里很少有人会来这里。别说话，咱们绕到后头去看看。这小白条也没什么肉啊，要不烤了吃吧。王大海蹲在檐下，把那些鱼的内脏给解了，又寻来几根棍子，
子，把鱼穿成一串，正要烤鱼。哎呀，忘了柴火了，这天寒地冻的，老子去哪里找去？突然视线落在门口倒下的那扇破门上，真是老天爷都帮着老子呀！把那扇破门拉到庙门口台阶上，对着他开始又踩又踹。桃花，我们现在就出去揭发他，然后把鱼要回来。这么要回来太便宜他了，我得给他点颜色看看。你在这等着，我去就来。蹑手蹑脚地跨进了破庙里，1步2步3步，拿到那几串鱼了。王大海正背对着两人在掰着木板，根本没看到后面发生的事儿。赶紧走！两人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后坡下去了。等王大海回了破庙，发现鱼不见了，嘴巴张的都要砸到脚面了。奇怪啊，我一直在庙这边，没看到有人来呀，难不成被老鼠叼走了？可他里里外外找了一圈也没踪影。突然他想到一个传说，说是以前村里有个寡妇日日被婆婆折磨，于是某个夜里穿了嫁衣吊死着破庙的横梁上。想到这儿，他不由得抬头看去，横梁上确实垂着半截绳子，已经被风雨水侵蚀的发白，现在正左右摇晃着，似乎在跟自己招手。娘呀！王大海哭爹喊娘的跑出了破门，没跑几步，脚下一滑，像个球一样滚下了坡。桃花，咱们刚才怎么不好好教训一顿那个赖皮狗？狗打一顿是不会长记性的，我要给他一个更大的教训，让他知道做坏事的下场。快跟我说说，不然我今天晚上肯定睡不着觉。王大花只得把自己的计划说了一遍。王大海，等着瞧好戏吧。第二日天刚亮不久，王大花一路来到几个水泡子前，取了笼子，发现每个笼子里都有好几条小白鱼，心里也是欢喜。卸了面笼里的鱼，王大花直接把每个水泡子边上踏脚的石头下挖空了，用一根小木棍子撑着，只要人一踩上去，棍子一断，人保准滑进那水泡子里。就算第一个失败了，后头还有3个呢，只要他不放弃水里的鱼，就一定会中招。他前脚刚走，王大海后脚就鬼鬼祟祟地出了院门，很快他就跑到了河边。昨天见鬼了，白白丢了那么多条鱼，今天老子就拿去虎头家煮了，看这鱼还能跑到哪里去，就是便宜了虎头。王大海放下木桶，就去拉那笼子的绳子，第一个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事儿也没有，他骂骂咧咧的去了第二个，可是脚刚踩到岸边的石头上，整个身子就不由自主的往下倒去，扑通！救命！救命！不停的扑腾着，又惧又慌。很快他就发现那水还不到腰间，赶紧往岸边爬去。现在他棉衣全湿了，冻得瑟瑟发抖。冷啊！好冷！他赶紧往回走去，可吸了水的棉衣跟山一样压在身上，脚都冻得打颤。好不容易挪到家门口，再也支持不住了，像堵墙一般倒了下去。大海，大海，当家的，快来呀！大海不好了！后来听说王大海发了一夜高烧，病了3、4天才好了。等王桃花看王豆香有些闷闷不乐，豆香，你不会再为那赖皮狗的事儿伤脑袋吧？你放心，他没事了。桃花，我就是有些后怕，你说他要是高烧死了，那咱们……豆香，这事儿你别内疚，这是他自找的，他要不想着做坏事也不会中招了。而且我只是把少安的痛苦还给他罢了，把去年王少安被王大海推下水的事儿给说了一遍。竟然推少安下水，他怎么这么坏？这次没烧死他，算他运气好。王大海有了这一遭后，整个人就留下阴影，打那之后再也不去河边了。转眼就到了除夕夜了，可今年的村里却少了往年的热闹和喜庆，整个村里冷冷清清的。刁氏几人坐在饭桌上，有一搭没一搭的吃着饭。今日桌上就一碗炒白菜，一碗腌萝卜，清汤寡水的，半点油腥都没有。王大海拿着筷子戳着碗，里面的灰面面条烂成一团。娘，今天可是除夕呀，家里怎么还是萝卜白菜的？就这东西，咱们家都连着吃10来天了，我现在放个屁都是萝卜味儿。再说了，我这身子刚好，不得吃点好的补补。就大哥躺床上还有鸡蛋吃，也不知道我是不是你亲生的。我说你这兔崽子别不知好歹，咱们家有这东西吃就不错了。你春芳婶子几家老早就开始1日1顿烩面糊糊了，要不是挖了些山药凑合着吃，都要吃草了，你还挑3拣4的。这时一阵风吹来，一股股浓浓的肉香飘了过来，一家人都不约而同的咽了咽口水。这是谁家在炖鸡呀？太馋人了！往年除夕咱们家又是鸡又是肘子，还有大肉饺子，再不济也是白面馒头呀。今年就吃这些玩意儿。娘，我也想吃肉。肉，哪来的肉？咱们家现在什么光景你不知道啊？这么大个丫头，成天想着吃肉，害不害臊？来，你现在就去灶
灶房拿刀来割我老婆子的肉来煮了去。王香香被刁婆子骂得狗血淋头，憋着一泡眼泪跑回了屋里。这是摆脸子给老婆子看呐！好，这饭你就不要吃了。这过的啥日子呀，比猪狗都不如。王有贵一个眼神瞪来，王大海只能气呼呼的把碗里的面条一口扒光，然后也满脸不爽的回了自个儿屋子。王大坤一声不吭的吃着饭，刘氏就把王香香没吃完的半碗烩面条倒进了他的碗里。坤儿啊，多吃点，今天这面里还下了荤油的。谢谢娘。眼里却全是嫌弃和无奈。曾几何时，这别人吃剩的东西也轮到自己吃了。老大媳妇，那粮食可得把着点。明日正月初一，咱们家做上一锅烩面馒头，后面咱们也开始喝稀的。还有，若是王蛮子家的来借粮，可不能硬了。若是被老婆子发现，非扒了你的皮。娘，你放心，媳妇儿心里清楚着呢，半粒粮食都不往外借。就你做的那些破事儿，老婆子我放心才有鬼呢，个心眼子多的跟个蜂窝子似的。说的刘氏一脸尴尬，刁氏实在是吃不下去了，想着屋里还有零嘴，就把碗一推，娘，你不吃了呀？不吃了。可怜我老婆子活了大半辈子，养了2个儿子，这大过年的连个精米白面都吃不上啊！这话刺得王有贵脸红了半边，刘氏则嘴角抽了抽。如果他没记错，这烩面条可是捞了3碗了。等刁婆子进了屋子，就赶紧把门给关上了，然后跟只耗子似的钻到床底下。再出来时，手里多了2个油纸包，一包是炸了的麻花，上面还撒了些黑芝麻，一包是殷红的猪肉脯子。不得不说，这刁婆子是真能藏东西。上次涂家3兄弟翻遍了屋子，也没找到这东西，正吃着，那门不妨从外头推了开来。娘，明日那个……刁氏也愣住了。刘氏看着刁婆子嘴角的油渣子，嘴巴塞得鼓鼓的，手里还捏着根麻花，咽了口水。刘氏，你是个死的呀！这婆婆的屋里怎么跟只8头苍蝇似的就往里头钻？你娘就是这么教你规矩的，还不给老婆子我出去？不料那王大海也走了过来。奶，你竟然吃麻花？哎呀，还有猪肉脯子，快给我吃些！刁婆子赶紧把油纸包往身后藏去。就剩这么点儿了，老婆子身子骨不好，吃不下饭，拿来当零嘴的。你这么大小伙子眼馋老婆子的东西，害不害臊？这王大海也是个不要脸皮的，立马跑过去，做乖讨巧的拉着刁婆子的手摇个不停。奶，前几日我病了那么一场，也没吃点好的，你那肉脯子那么一大包，就给我一片吧，我可是你顶顶喜欢的大孙子呀！刁婆子瘪着嘴，嗫嚅了好半天，才不情不愿地拿出2根麻花，一片肉脯子。拿去吧，拿去吧，别成日跟你娘一样，眼皮子浅，就知道盘算着老婆子的东西。才这么点儿，咋还挑3拣4的？要不要？要，奶对我真好。王大海立马咬了口麻花，这麻花又酥又香，真好吃。突然他眼珠子一转，捧着东西得意洋洋地出了屋子。等王大坤和王香香看到王大海手里的零嘴，又是羡慕又是渴望。哟，大哥，这肉脯好吃是好吃，但是肯定比不过海棠阁的韭菜了。可怜小弟，我还从没去过馆子里吃过呢。王大坤眼神暗了暗，心中划过一丝恨意，哼了一声回了自个儿屋子。而王香香的眼珠子至始至终都盯在王大海手里的果脯和麻花。香香，你一个女孩子家的怎么这么馋呢？盯着我看了半天了，跟只哈巴狗子一样，真不害臊。想吃找奶要去呗。王香香气了一跺脚，去了自个儿屋里。刁婆子见刘氏还杵在那里眼巴巴地看着自己，你也想讨吃的啊？没，娘，我看那库里头还有些枣子，我就是来问明日蒸馍馍要不要放些枣子在里头，这样香甜。话还没说完，刁婆子就拿几个鞋子砸了过去。这都什么年景了，还这般胡吃海塞的，这一家迟早给你败光了。去把那枣子拿来我屋里，没得霍霍了。刘氏只把枣子拿去了刁婆子屋里，心里却把刁婆子骂了个遍。再说王桃花几人正围着火炉吃起了火锅，王少安大口大口地嚼着腊肉。阿姐，这样吃饭真有意思，这饭菜一直热乎乎的，全身都暖洋洋的。阿姐，这辣过的猪脸肉太香了，连萝卜都好吃了许多。王桃花放了一把白菜叶子下去，这冬天就得吃火锅，可惜的是咱们家只有白菜萝卜。王桃花就看王少安突然停下了筷子，少安咋了？吃啊！
姐，去年的除夕夜咱们包的饺子一个都没吃上，瞬间想起了去年的事儿。直到腊月30的中午，王有才才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县里回来，给姐弟俩带来了小半袋白面，还有2两猪肉。等白白胖胖的饺子刚出锅，刁婆子就跟砍了秒钟似的来了，一进门就干嚎了起来。不用说，最后那2碗饺子全被刁婆子端走了，还把王有贵剩下的几个铜板也全要走了。当时王少安端着空碗，眼泪吧嗒吧嗒的掉，王桃花也委屈的红了眼眶，可王有才只会埋着头一个劲的叹气。后来还是张大娘送来了1碗饺子，才算是过了个除夕夜。王桃花给王少安碗里加了块腊猪肉，吃吧，以前的事儿别想了，以后咱们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姐，这都是你的功劳。王少安加了一大块肉给王桃花。窗外的雪静静的落着，这简陋的屋里烧着炉子，暖烘烘的。姐弟几人度过了最难忘的除夕夜。大年初一一大早，王少安就把王桃花叫醒了。少安，你这么早起来干嘛？天还没亮呢，让我再睡一会儿吧。姐，你忘了，咱们待会儿得去祠堂了，去晚了会被人说嘴的。他这才不情不愿地坐了起来。临出门前，王桃花从枕头下摸出2个小布袋。少安、冬儿，姐给你们压岁钱。2个小朋友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压岁钱，开心的手舞足蹈。谢谢姐。姐，新年快乐。因为刘冬儿不是王氏族人，王桃花就让她留在了家里，省得站在祠堂里吹冷风。这大年初一祭祖仪式向来是村里的头等大事，所以今日的祠堂布置得极为隆重。祠堂里头也洒扫得很干净，最前头摆了好几张条桌，上面摆满了祖宗牌位。牌位下头还放了3张八仙桌，最中间的桌上供了一副香烛，也摆了小3牲，分别是一只留了尾羽的公鸡、1刀猪肉和1尾腌鱼。旁边的2张桌子上则是堆满了白胖胖拳头大的馒头，地上则摆了好几个大箩筐，里面装满了灰面。大梁宣景21年，九江府平川县沟子村王氏祭祖起。等等，我还没进去呢。就见刁氏几人气喘吁吁地闯进了祠堂。王梦山被人打断，就有些不喜。既然来了，就赶紧整理整理，快入列吧。王有贵歉意地拱了拱手，本来今日刁婆子是不打算来的，所以一直赖在床上。按他的话说，王梦山落了自家好几次面子，就要给他一次没脸，这可把王有贵急得够呛。好在刘氏来到窗口，悠悠地说了句：娘，再不去祭祀分恩可就结束了。听说今年除了粮食，还跟去年一样，每人可以分到1个白面馒头呢。刁氏听到这话，立马从床上翻了起来，可不能便宜那些穷骨头。一家人这才急匆匆地赶去祠堂。王氏太始祖考王公文渊，追根溯源，源远流长，历时300年，男女老幼齐聚于祠堂，孝心长天可见，虽扎根乡里，代代有光，一心一德，圣备九传，刚烈柔毛，香帛宝轩，素修石资，果品糕点，今偶愉快，筵席丰满，尊祖之遗训，安好吉祥，五谷丰登，百业兴旺，承先启后，千古流芳。老长一篇祭文念完，王桃花都有些昏昏欲睡了。等祭文燃尽，王梦山开始带着众人3跪9叩，一套流程结束，终于到了所有人期待的环节。众人按族里的辈分排列着。王桃花虽然很不情愿，但爷爷那里是没断亲的，所以还是跟着刁婆子几人站在一处。王香香看着王桃花穿的崭新的棉袄，头上还插了根梅花簪子，耳朵上还有好看的耳坠子。奶，你看那个小贱人打扮的花枝招展的。想想你别眼热，有些人就跟咱那死了的老子娘一样，净学些狐妹子手段，这穿的戴的还不知道是不是躺哪个男人床上张腿挣来的。做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，那上面的祖宗们呐可都看着呢。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我看是有人得了红眼病吧。老婆子我有房有地，犯得着眼红你个没爹没娘的小杂种。你过得好，就是不知道安不安心了。这逼死儿子，虐待媳妇儿，残害亲人，这一桩桩一件件可都摆着呢。这堂上的祖先要是知道后世子孙成了这模样，保准一道雷把他们给劈死。这话说的王家众人眼里喷火。你个没大没小的畜生，怎么敢这么和你奶奶说话？小畜生叫谁？小畜生叫你。皇家大伯，你什么时候变成畜生了？哎呀，那刁大娘不就是老畜生了吗？果然随根的很。王有贵见自己被王桃花给耍了，气得就要伸手打人。有贵呀，
祠堂里打打闹闹的成何体统啊，也不怕扰了祖先的清静。王有贵这才不情不愿地放下了手，开始领祖人粮了。每人半斤灰面，1个白面馒头。王家的细粮被抢走后，已经有半个月没吃到米面细粮了。这下看到暄腾柔软的白面大馒头，瞬间个个肚子咕咕叫起来。王梦山用干荷叶包了6个馒头递给王有贵，又让人装了3斤灰面。村长，你是不是给错了？去年我家都是9个馒头的，今年怎么才6个？还有灰面也少了1斤半。去年有才家的3个都被你领走了，今年既然断了亲，他们算独一只，何该让他们自己去领？再者，逝者不领，这是规矩。我不同意，这馒头和灰面必须给我家。他们姐弟俩跟我断亲了，又没跟老头子断亲，只要他姓王，这祖宗给的东西必须是我的。姚氏，你不要胡搅蛮缠了，断亲文书还在祠堂里供着呢。刁氏才不管那么多，直接往地上一躺，哭闹了起来。大家快来看看呐，他王梦山刁难我呀，少了馒头也少了灰面，这是要了我老婆子的命啊！村人看刁婆子一大把年纪还这般耍赖，也是无语，纷纷侧目。王桃花才不管他哭闹，直接领了2个馒头和1斤灰面就要走。你给我站住！刁婆子猛地爬起来，冲上去抓住王桃花的衣摆。王桃花往他手上用力一抽，刁婆子松手往后退去，撞上了摆放牌位的长桌。接着那上面密密麻麻的摆着牌位，就跟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了下去。所有村民都惊呆了，这大年初一祖宗牌位都倒了，可是很不吉利的呀。滚下一个牌位正砸在刁婆子脑门上，刁婆子惨叫一声，额头上很快起了好大一个包。打扰了各位祖先的清宁，是我等不孝，还请原谅则个。接着和族老村民们七手八脚地捡起了牌位，等到捡起砸中刁婆子的那块牌位时，就见上面写着王公孟喜之灵位，这是王桃花爷爷的牌位，可见是王桃花爷爷也看不惯刁婆子欺负自己的子孙了。刁婆子在得知是自己相公的牌位后，也是吓了一跳，不再吵着要馒头和灰面，一伙人灰溜溜地走了。当天夜里，王家又闹翻了天。刁婆子说是见到了王梦喜要拉她走，于是又哭又闹又喊又叫。原本以为过了年流民就会散去，县城里也会开了城门，可是王梦山派去打探的人带回的消息却让沟子村阴云密布。县城门口已经聚集了3万多的流民，这要都涌入沟子村，骨头渣子都会没了。于是村口守得更严了。这种情况一直到正月底依然没有改观。现在村里10户人家有9户的存粮已经吃完了，村民天天来找王梦山诉苦，可他又不是大罗神仙，这粮食一事也实在是无能为力。这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在谁家也没存粮，大家只能勒紧裤腰带苦熬一下。再说这活人哪能被尿给憋死是不？再有一旬，那野菜就出来了，也能垫垫肚子。还有，明日咱们去远点的坡上找找山药吧。众人只能垂头丧气的回去了，一时间人心惶惶。王桃花知道这事儿后，再次嘱咐2个小的，自家还有粮食的事儿，在外头千万不要说漏嘴了。日子总算翻到了2月2龙抬头，天气开始暖和起来，荠菜、灰菜也相继冒出了脑袋。王桃花打媒婆子那边回来，老远儿就看到王豆香和他哥叽叽喳喳的走了过来。桃花，咱们有好多天没见了。大强哥，桃花，你要不把这只家雀带走吧，在家吵得我脑仁疼。哼，自己脑袋大，成天像个铃铛一样晃荡，哪能不疼？还硬要赖上我，我们桃花才懒得理你。你这丫头连哥哥都敢说呀。王桃花看王豆香背着篓子，王强又拿着锄头。豆香，你们这是去干嘛呀？王豆香有些不好意思的咬着嘴唇，好半天才开口。桃花，上次咱们不是去挖那山鼠洞，挖出了粮食吗？我带我哥去挖挖看。看来王豆香家也断粮了。桃花，咱们上次去的地方，我保证不带我哥去，我们就在山边看看，你可别生气。王桃花哭笑不得，小丫头，我为什么要生气啊？因为那个挖田鼠洞找粮食是你想出来的呀。你这傻妞，我又不是土地公公，还管着地上大大小小的洞，那地方你们去就是了。桃花，你不生气，太好了。哥，我跟你说，上次我和桃花在那条废了的河沟里，一个洞就挖出了好几斤粮食呢。王大强听了也颇为兴奋，说吧，家里
是不是断粮了？断了好多天了，好在我家今年萝卜收成不错，现在就是每天煮萝卜、炒萝卜、萝卜干，我感觉自己都快变成只兔子了。你看我的脸是不是瘦了许多？这么一看，王豆香还真瘦了，原先是鹅蛋脸，现在怪成鸡蛋脸了。豆香，我那还有点粮食，我余点给你。不行不行，我怎么能要你的粮食？我家再难，还有爹娘和哥哥在，你的粮食自个儿留着吃。王桃花就喜欢王豆香这份纯真善良，那小河里可是还要去下笼子。桃花，你是不知道，现在去那河里抓鱼的人比鱼都多，哪里还有鱼呀？也是了，现在河水解冻了，肯定去的人多。那这样，你今天先去挖鼠洞，要是没挖到粮食，记得来找我一下。王桃花继续往前走去，他边走边盘算着，地窖里应该还剩下30来斤大米，20来斤灰面，稍微节省点，应该能吃上2个月。那时城门总开了吧？这天早上，王桃花正在灶房里煮粥，就看到张大娘在自家院子前踟蹰着。大娘，外面冷，快进屋坐。桃花，大娘就是来看看你这屋子雪多不多，要不要让你栓子哥来清一下？大娘，不用了，前2日大烈叔帮我刚清过的，我这边刚煮了点粥，快进来喝碗暖暖身子。不了，你秦嫂子还在家等着我做饭呢。那啥，我先走了，有空去大娘家坐坐。说着逃也似的走了。平日里张大娘挺爽利的一人，今天咋这么奇怪？因惦记着这事儿，王桃花匆匆吃了饭，就准备去趟张大娘家。娘，这碗里全是白菜叶子，连个灰面疙瘩都没有，这让我怎么吃啊？香琴，你这碗已经是咱家最好的饭食了，爹和娘的碗里只有白菜帮子。好什么好？清汤寡水的猪都不吃。张栓子，我可是怀着身子呀，就吃这些东西，你还要不要你儿子了？香琴呐，咱们家是一粒粮食都没了，待会儿我去村里找人先借点儿。娘，我记得桃花年前买了那么多粮食，他们家1个大的2个小的能吃多少？你去他们家要点呀。不行，他们2个房子地什么的都没有，那日子多苦，我怎么能向他开口？怎么就不能啊？这些年里里外外咱们帮了他多少？就他爹死了，连装老衣服都是咱爹的，吃他点粮食不是应该的吗？这不是这么个理儿啊，咱们帮人又不是图人家报答的。娘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呢？你孙子都要饿死了，还舍不得你这张老脸？不是我那个，张大娘都急得语无伦次了。你不去，我去。栓子，扶我去找王桃花。够了，栓子，把你媳妇拉回去。这么大个人了，这脸皮子还要不要了？回头我就让你娘把那只老母鸡杀了。老头子，那鸡连过年咱们都没舍得杀，那是留给香琴坐月子的，她这差不多还有个把月就要生了。走一步算一步吧，说不得到时候县里就能去了呢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宋香琴被吼，本来还有点不爽，可听到自己有鸡吃，也不再闹腾了。娘，记得多加点水，我要多喝几碗鸡汤，给你孙子好好补补。我记得柜子里还有些枣子，也放点，更香。娘晓得了，这杀鸡熬汤也得好一会儿，你去屋里歇着吧。哎，好，看来张大娘是来找我准备借粮的，没开口是怕拖累我吧。她回首望去，现在是早饭时间，可烟炉里并没飘出多少烟气儿，看来很多人家都断炊了。等回了家，王桃花从米缸里挖出1大碗灰面，本来还想装上1条腊肉和半斤白米，但想到宋香琴的尿性，自己就是把所有粮食给她，也不会记你的好。就这3斤灰面，说是加上白菜萝卜一起煮糊糊，也够宋香琴吃到生孩子了。最后还是切了指头长的1截腊肉，算是看在孩子的份上吧。王桃花把这些东西放进篮子里，盖上1块布，再次往张大娘家走去。路过王有贵家，就见黄春芳被从院里推了出来，接着哐的一声门关上了。刘翠兰，亏了老娘平日里还把你当姐妹，如今这才借几斤粮食就翻脸不认人，老娘要是再跟你接手判，我黄字就倒过来写。就听哗啦一声，一盆刷锅水从院墙里泼了出来。哪来的狗佬，在我家院外吠呀？要吃屎去村口排队去。就你家这德行，那粮食吃了也不怕噎死，老的折磨死儿子，小的又是要人又是卖人，这十里八乡谁家做得出这事儿呀？你看这报应不就来了？自个孙子的屁股眼连屎都搂不住，家里银钱首饰也全败光了，就连那盗贼村里这么多人家，偏
偏谁家不去，就去你家霍霍。瞧瞧，这老天爷都看着呢。王桃花被黄之芳一番慷慨激昂给震撼了，第一次看这娘们儿顺眼了几分。不得不说，她是真懂打人先打脸的，老王家上不得台面的阿杂事儿全捅咕了出来。刁婆子和刘氏拿着棒子怒气冲冲地跑了出来。黄之芳见状也不再骂了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你这不要脸的破落户，竟然敢来我家耍赖皮呀！你也不瞧瞧，就你那贱骨头，就比不比得过狗？瞧见一旁正在看好戏的王桃花，一大早乌鸦就落门旷编，哎，晦气！老大媳妇进院子，关门。今年这大秋风的人忒多，咱们可不能便宜那些白眼狼。说着头也不回的进了院里。桃花，按说你也叫过我几年大伯娘，这剩饭剩菜的本来倒些给你，倒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。不过很不凑巧，昨日的剩饭呢，全拿去喂猪了。要的话，下次赶早饭，我绝对给你留着。刘婶子，吃了你家的粮，我爸穿肠烂肚，你还是留给你家那位饿不住屎的宝贝儿子吃吧。也不理会刘氏，径直向前走去。等王桃花来到张家，就看到张大娘抓着那只老母鸡，拿着菜刀正要杀。大娘，桃花，你咋来了？大娘，你先不要杀鸡，你来，我有事找你。张大娘只得放下手里的鸡，往围裙上擦了擦手。啥事儿呀？这般神神秘秘的。进了堂屋，张大爷正愣着神抽着烟杆，这两个老人脸瘦的都塌了下去，眼睛下是掩不住的愁绪。大娘，说来也没啥大事儿，我想着年前你家粮食备的也不多，我那还能挤出点，就给你送点来。把篮子揭开，拿出里头的东西，这是3斤灰面，这里还有小半截腊肉，是上次野猪剩的一点，家里东西也不多了，只能带这些过来。大娘，你别嫌少。老两口看着这2样东西，那是又惊讶又感动。不用，桃花，你现在3口人吃饭也是不容易。再说现在这粮食太金贵了，大娘怎么好意思收？大娘，你放心吧，我那边还留了些的，再有半个来月就开春了，野菜长出来了，还怕没东西吃？张大娘嘴唇张了张，最后还是擦了擦眼角。桃花，这次大娘就厚着脸皮收下了。跟你说句实话，咱家已经断粮3、4天了。本来有些萝卜白菜也能凑合着饱个肚子，可是你嫂子怀着孩子，还是得吃些粮食。大娘，我晓得，你也别担心，这流民总有回去的时候，你呀就安安心心的等着抱孙子吧，到时那孩子有你忙的。一句话把张大娘说的眉开眼笑。等王桃花回去后，宋香琴睡醒了，看到桌上的灰面和腊肉，眼睛瞬间就亮了。娘，这灰面和肉哪里来的呀？桃花送来的。我就说那丫头精明的跟只耗子似的，都这时节家里都有灰面和肉。不过这丫头心思太重了，这人都快饿死了才拿来给咱们，这是要咱们记她的恩呢。香琴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，现在谁家有粮还会送给别人？桃花对我们已经没话说了。切，娘，你不要被这点小恩小惠给骗了，别人指不定天天在家吃白米饭配大肉块呢。香琴，你记住，他家就是吃山珍海味，也跟咱们没关系。他姓王，不姓张，他不欠我们家的。你若这般糊涂，这东西我老婆子没脸收，我这就还回去。好了，娘，我不说了，可以了吧？这事儿咱们烂在心里，谁都不许去外面提，没得给孩子惹去麻烦呢。若是王桃花家有粮食传出去，大家都得去找王桃花，非得把她愁死。老两口都看向宋香琴，放心，我这人嘴呀就跟锁头一样紧。防的就是你。既然有了这灰面和腊肉，那鸡咱们就先留着吧。这可不行，爹答应给我杀鸡的。这鸡是我养的，我老婆子想什么时候杀就什么时候杀，你也别瞪着我，反正迟早也是进了你的肚子的。宋香琴顿时被堵得说不出话来，本来还想掰扯几句，看老两口脸色不好，只能气呼呼地回了自己屋子，给张大娘送了些粮食，那米缸就剩点底了。这已经隔了快1个月没进地窖了，也刚好去看看。扫开雪，挪开草堆，拉起门板上，王桃花就扶着梯子往下走，脚刚落地，一个巴掌大的黑影就从脚面爬了过去。那呀，什么东西啊？等看清了才发现，那是一只硕大的老鼠。老鼠，不好，我的粮食！王桃花赶紧朝几缸粮食看去，这一看，心拔凉拔凉的。那米缸上盖着的木板
已被老鼠啃了一个大洞。再看灰面的也是，掀开盖子一看，10几只溜光水滑的老鼠嗖的窜了起来，在小小的地窖里四处奔跑。王大花本就不怕这东西，反应过来后赶紧踩了起来，可对方机灵得很，很快不见了踪影。原本大半缸的米都快见底儿了，再看灰面，我的娘耶，也只剩浅浅的一层了。你妹的，死老鼠，破老鼠，才1个月就吃了我几10斤粮食，难怪那么肥一只，敢偷吃姑奶奶的粮食，回头被我抓到，非得把你千刀万剐，扒皮抽筋。等他把米缸搬开，从缸底的地洞里拿出木盒子看了看，首饰银子还在，心下稍微好受一点，叹着气把所有的粮食归拢了，发现大米只剩1斤多点，灰面约莫还有个3、4斤，这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呀，这地方不适合藏粮食了，千万别说老鼠吃过的粮食为啥还要？当然饿急的时候哪里还有的选择呢？回到家，王山两人看王桃花愁眉苦脸，阿姐你怎么了？咱们家所有粮食都在这里了，从今天起咱们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。说着把地窖里的事说了一遍。姐，我现在就去把那些该死的长尾耗子给灭了。那地窖底下的泥巴老硬了，你这细胳膊细腿的能挖几米？没事，姐会想出办法来的。姐，你煮粮食太大手大脚了，从今天起让我来管饭好不好？这还是冬儿来家后第一次提要求，他老担心这孩子融入不了这个家。好好好，我的冬儿最能干了，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小管家婆。第2日，王桃花就被当头一棒打回原形。刘冬儿这个小管家婆把早饭的米粥直接取消了，按她的话说，这白米就剩那么点了，一下子全吃完了，后面就该惦记了。还不如隔几天吃上一顿，解解馋就好。于是捧起那碗灰面糊糊，可才吃了2口，就默默地放下了碗。冬儿，咱们能不能把灰面糊糊做成面疙瘩或者饼子，这样至少好吃点。姐，咱们缸里的灰面只剩那么点了，如果做成饼子吃不了几顿的。待会儿我和少安出去走走，看看能不能挖到野菜，这样咱们中午就能吃野菜糊糊，又省粮又好吃了。啊，中午还是糊糊啊？在小丫头虎视眈眈下，王桃花只能闭着眼睛把面糊糊给吃完了。果真是应了那句话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呀。吃了饭，王桃花挽着篮子正要出门去找王豆香挖野菜，就看到院门口站了7、8个婶子婆子。哎呦，桃花呀，我是你刘婆婆，可还记得？桃花呀，我是春芽婶子，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。你呢算啥？我男人跟桃花爹可是拜把子兄弟，桃花啊肯定先应了我。停，各位婶子婆婆，你们来我家到底有什么事？桃花，听说你家有粮食，咱们今儿舔着脸来向你借点粮食。老婆子，我也是没得法子哟。你那婶子坐着月子，好几天都没吃1粒米了，这奶下不来。你放心，这粮食我会还的。说话的婆子姓童，跟刁婆子走得挺近的。等那县里能买粮了，我们保证还你。屋里的冬儿和王少安听到这消息，揭开缸盖，里面还有1斤多的大米、4斤的灰面和2条腊肉。少安，咱们赶紧把屋里的粮食藏起来。二姐，屋里就那么小，藏哪里呢？刘冬儿上下左右看了一圈，最后视线落在王山的棉袄子上。王桃花指着那摇摇欲坠的茅草屋，大娘，就我家这光景，在村子里都数得上号的，粮食早就吃完了，你们都听谁说的我家有粮食呀？那个，几人眼神闪烁了起来，并不肯说出对方来。丫头呀，你匀点粮食给大娘吧，大娘可怜呀。见王桃花无动于衷，那童婆子眼睛一闪，干脆嗷了一嗓子，膝盖一弯，就给王桃花跪下了。大娘，咱们俩也没什么仇恨啊的，你这是要折我的寿吗？我说了，家里真没有粮食。他心里飞快地思考着怎么把这些人劝回去。咯吱，就见刘冬儿和王山提着个空空的篮子从里面走出来。姐，我和少安去外面挖野菜了。对了，昨日那只老鼠竟然去钻那空米缸，真是笨死了。姐，今日日头好，你记得把缸拿出来洗一洗，不然埋汰死了。米缸里啥时掉过老鼠了？那些村人看2个孩子提着篮子去挖野菜，又听他这么一说，心里顿时嘀咕了起来，这也不像有粮食的样子呀。大娘，婶子们，我家是真没粮食，你们要不信，跟我去屋里看下。果然揭开盖子，2个米缸都是空的。王桃花暗暗地舒了口气，干脆把衣柜也打开了，里面除了几件旧衣服，果然什么也没有。大家这才信了。桃花呀，想是婶子们听差了，今日这事儿你也别往心里去，实在是家里困难，我家都半个月粮食没挨嘴了。我就说桃花是个大方心善的，不会诓人，不然上次也不会给我们大家分猪肉了。
还有那山药也教着咱们挖。没事儿，婶子们，这年头大家都难，如果没有其他事，我就不留大家了，我还得去坡上看看，听说那边荠菜长了些出来。是了，耽误了这半晌功夫，咱们也得赶紧去挖点野菜，不然中午只能灌水饱了。王桃花就听到走在最后头的一个婶子跟另一个婶子咬着耳朵说道：我就说吧，大海娘的话不能听嘛，这桃花就算会摘点药草，能卖几个钱，哪能买那么多粮食存着？哎，这下好了，咱们几个像一个没爹没娘的小丫头要粮食，说出去保准让人家笑话一顿。这还不得都怪刘氏乱嚼舌根，咱们以后可得远着他。原来是刘氏在散播的谣言，看来这是没有吃够苦头呀。没过几分钟，王山和刘冬儿就回来了。姐，你知道粮食藏哪儿了吗？王桃花瞥了眼她鼓鼓的衣服下摆，保准是被你的衣服吃进了肚子里呗。姐，你好聪明，这都能猜到。拍拍自己的棉衣，二姐想的主意，把粮食全都灌进了棉衣里。王桃花赞赏的朝刘冬儿看去，冬儿，你这法子妙得很，不愧是我家的小管家，倒把个小丫头夸得眉开眼笑。等家里一切收拾妥当，王桃花就拎着篮子去找了王豆香挖荠菜。豆香，你们前几日去挖鼠洞怎么样啊？桃花，我跟你说，这几天我和哥沿着那条沟一路挖，后来我爹娘也来挖，你猜我家挖了多少粮食？王桃花想着，上次一个山鼠洞都有3斤来粮食，20斤。桃花，你也真敢想，要是有20斤粮食，我做梦都能笑醒。不对呀，上次咱们一个洞都那么多。桃花，那山鼠过冬也得吃啊，我们忙了这3、4天，拢共就挖了5斤粮食不到。你是不知道，有些洞里1颗粮食都没有，估计这山鼠也有的是懒鬼的吧。王桃花顿时把挖鼠洞的计划给打消了。就这些粮食，我娘都笑开了花，掺上萝卜白菜，省着点，够我们家吃上10来天了。这不，天不亮，我爹和我哥去地里坡上找田鼠洞了。王桃花心里明白，现在青黄不接，有得粮食的机会，谁又舍得放下？对了，桃花，我们家打了2只老大的山鼠了，等山鼠熏好了，给你拿1只来。见王豆香家的粮食危机暂时解了，王桃花的心里也轻松了几分。现在轮到自己努力了，可没成想，过2日王豆香家挖鼠粮的事儿，全村都传开了。坡上、田埂上、河边，到处都是村民扛着锄头挖呀、刨啊，大家干得热火朝天。半个时辰后，2人挖了半篮子的荠菜，就挽着手往家走去。路过叶大丫家门口时，王桃花瞥见叶大丫正在院子里挑拣野菜。好些日子没见，胖女人竟然瘦了一大圈，看来也是缺粮闹的。豆香，你说这顿顿野菜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呀？天天一肚子的野菜，感觉自己都要变成一只兔子了。我看呐，现在整个村里就刁大娘家有粮食了。听到粮食2字，叶大丫果然竖起了耳朵。那当然，你看呐，他们一家6口人，打过年起我都没见过他们出来挖过1次野菜。就上次大家都去挖山药了，他家也没人去。王桃花故意压低声音，我昨个还看到王大海拿着个烩面饼子吃得香喷喷，看到我就赶紧塞嘴里了。就我跟他家的关系，饿死我也不去他家借粮食。叶大丫心里已是波涛翻滚。王桃花故意朝四周看了看，你不知道刁大娘最是会攒东西。你还记得上次那歹人来村里吗？当时歹人只拿走了白米白面，那天库房没关门，我看到里头啊还有好几大袋子烩面呢。这么多粮食，那可不是，可惜不是咱们的，不然让你娘掺上了荠菜贴了饼子，肯定能香掉舌头。2人走后，院子里的叶大丫难受的抓心挠肺，这刘翠兰太不是东西了，昨天老娘去找她借粮食，她还哭穷。正要走，突然眼珠子一转，往另一个方向跑了去。今日刁婆子嘴馋，特意挖了1大勺子猪油去了灶房。老大家的，老婆子我今日胃口不好，你给我烙2张猪油饼。刘氏看着雪白的猪油直吞口水，这个死老婆子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半夜常常起来偷吃猪油。娘，我这就给你烙。心想着等他走了，扣下1半猪油，留着自个烙2个饼子给大坤大海吃。不料刁婆子插着手，虎视眈眈的站在灶房门口看着。娘啊，这灶房里油烟重，你要不去屋里等着，等好了媳妇儿给你端过去。刘氏，你这屁股，老娘都知道你要拉什么屎，是不是想打这勺子猪油的主意？娘，那媳妇儿哪敢呀，媳妇儿就看你今日穿了这件细面的袄子，怕被油烟染了味道。别叽叽叨叨了，你现在就当着我老婆子的面烙吧。刘氏的表情瞬间支离破碎，我这就烙去。虽是灰面，可是掺了猪油，也立马变得油光光的，软绵绵的。
王大海吸着鼻子走出屋门，娘，咱家这是炖肉了。这时节哪来的肉啊？一天到晚就知道吃。娘，你骗人！我这鼻子可比那狗都灵上3分，你绝对做肉了。你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想藏起来给大哥吃？这可不行，我也是你儿子，你这一碗水可得端平了。你胡扯什么呢？这是你奶，胃口不好，娘在烙猪油饼给你奶吃，想吃问你奶去。好一招祸水东引，果然下一秒刁婆子就被王大海缠上了。这王大海虽没什么脑子，但成日里跟附近村子的泼皮无赖混在一起，最会察言观色，卖乖讨好。哎，我哥都那样了，以后这王家不得靠我呀！我要身体不好，怎么给你生重孙子？奶，我都好久没吃荤腥了，全身一点力气都提不起来，你让我吃个猪油饼子吧，求你了！只把个刁婆子吵得头昏眼花。我的个小祖宗呀，别叽叽呱呱的跟3月蛤蟆似的，老大媳妇多做张饼子吧。奶，这全村就属你最好了，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这可把屋里的王大坤和王香香气得嘴都歪了。很快午饭就烧好了，除了刁婆子和王大海，其余人面前都是一碗灰面疙瘩汤，桌上有一碗腌萝卜条，还有一碟霉豆子。王大海拿起那张烙得香喷喷的猪油饼，大口大口的嚼着，把王香香馋得直咽口水。王大坤云淡风轻的吃着碗里的面疙瘩，其实心里抓挠的难受。奶，这灰面难吃的要死，想不到加了猪油这么香软。那可不是，猪油可是个好东西，多香啊！奶，咱们明日还吃猪油饼吧，这次给大哥也烙上一张吧。这猪油饼子也堵不住你的嘴，不吃就给我放下。好，我不说了。又故意嘀咕道，也是啊，大哥几两银子的席面都吃了那么多，咋会在乎这灰面饼子？这没脑子的蠢货，什么时候说话也会夹枪带棒了。刁婆子听了这话，面色更是一冷，斜着眼看王大坤，里头全是嫌弃、鄙夷和愤怒。王大坤手中的筷子顿时重如千斤，我吃好了。放下筷子就匆匆逃回自个儿屋子里了。大海，那是你亲哥，以后那事儿别老挂在嘴上了。他自个儿做了那丢人现眼的事儿，还怕人说了？他霍霍了老娘那么多银子，换成其他人家，老早就被赶出了家门。咱们家还能让他上桌，已经是老婆子我菩萨心肠了。这下王有贵、刘氏两人是一句帮的话都不敢说。屋里的王大坤捏紧了拳头，几人正吃着，突然院门被敲得砰砰响。谁呀？敲这么急干嘛？这门一开，呼啦啦的涌进了一堆人。你们横插竖眼的跑我家干啥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刁大娘，你别生气啊，我们就是来向你借点粮食。说啥混话呢？我家自个都是吃了上顿没得下顿的，哪来的粮食借？刁大娘，你这是没粮食还是不肯借呀？黄春芳说着嗅了嗅，这猪油香味够浓的呀。刁氏赶紧把想没吃完的猪油饼子藏起来。我的天爷呀，我家大半个月连面糊糊都没得吃了，你家还能吃上面疙瘩？你们瞧，还有猪油饼子呢。刁大娘，看来你家余粮很多呀，还说没粮呢，这是不肯借咱们呗？真是铁石心肠，有点银钱就看不起人哟。姓黄的，我不是让你不许进我家门吗？给我滚出去！再说我家有没有粮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难不成青天白日的你还想抢了去？刁大娘，你这话就说的难听了啊！咱们都是一个村子的，这有困难搭把手，不是也显得咱们乡亲吗？再说你这家大业大，向来也是个大方的。你也别给老婆子戴高帽子了，别说我们家没粮食，就算有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我老婆子敢借吗？一个个破落户，拿什么还？我家还要吃饭呢，你们别跟个讨饭的花子似的，赖着不走。这话直接惹火了众人，可毕竟有求于人，还是咬着牙软了下来。刁大娘，咱们这也是被逼得没法子，才厚着脸皮来找你。这粮食咱们也不白借，等有了我双倍还你。刘氏听到双倍还是有些心动。娘，刁婆子虎着脸看他，顿时就不敢说话了。刁大娘，你发发善心吧，咱们大人不吃粮食能熬，孩子肠啊胃啊的弱，不能一直吃野菜。你借我几斤粮食吧，要不我向你买也行。刁大娘，我求你了，卖点粮食给我吧。刁婆子暗暗地盘算起来，库里头还有3、4袋灰面，差不多200来斤，黑豆也有40、50斤。现在野菜也出来了，从明日开始灰面菜糊糊吃吃，拿出一些卖倒是没问题。要说咱们也是一个村子的，老婆子我也是个心善大度的，这样1斤灰面50文，要不要？啥？1斤灰面50文？刁大娘，你真敢开这个口？往年的灰面2文1斤都没人买，你
你这是掉钱眼子里了吧？你也知道那是往年，年前那粮食可就涨到40文了，这过了1个月，卖50文都是我看在同村的份子上。老婆子我话就撂这儿了，你们爱要不要？想着家里大半个月没沾粮食味了，还是有人妥协了。刁大娘，我要2斤，这是100文，您老收好。这才是个聪明人呐！告诉你们，我家粮食也不多，要买的赶紧，要是卖光了，可别又挤兑我。有了第一个，接下来的人那就被带动了起来。刁大娘，我那个银钱没那么多，我这里有个银镯子，你看能买几斤？刁婆子掂了掂，这溜子也就1000左右。算了算了，我吃了亏，老大媳妇给他2斤半粮食吧。刁大娘，我这银镯子还是我的陪嫁呢，我娘说快3000了。我说1000就1000，你要是不换，回家拿银钱去。我换。然后含着泪拿着2斤粮食走了。很快院子里的人就只剩黄春芳和叶大丫没买了。刁大娘，我要2斤，那个我要5斤。你们2个我不卖。刁大娘，还生我俩的气呢。哎呀，我这张臭嘴呀就是把不住门，其实内里也没啥坏心思，你就当我是放屁好了，您老啊还得多多体谅下。是呀，大娘，在咱们心里呀，你是这村里最有福气的人了。你看呀，有那么多田，又住着青砖大瓦房，就跟那员外府的老夫人一样，着实让人羡慕呀。要买粮食也行，你们俩60文1斤。什么60文？凭什么卖他们50文，我们俩要60文？太不讲道理了。就凭那粮食是咱家的，我老婆子想卖多钱就卖多钱，一句话要不要，不要我可就涨到70文了。刁大娘，你也太不讲情面了，咱们都是一个村子的，走路都能碰到腿，保准哪天你就求到我跟头来，还是不要太过分了。老娘我还就过分了，破落户一个，就那5、6亩的营生，我求得到你吗？这粮食老娘还不买了，你自个留着烂在家里吧。说着气呼呼的走了。叶大丫见状也走了，主要是他没那么多钱呀，拿来个篮子把那一堆银钱全扫了进去，然后喜滋滋的准备回屋里数去。那2个娘们儿要是再来，就按60文1斤卖，可是听清楚了？哎，娘，我明白的。你要是敢瞒着我乱来，我就让有贵休了你。王有贵家有粮食卖，像一阵风传遍了村子，众人都激动不已。王有贵家的烩面卖50文1斤，又给众人泼了一盆冷水。众人对这件事儿是又气又恨，欲让其亡，必先让其狂。看着吧，这家人迟早要遭来祸事。夜沉如水，2个人影偷偷的走在村子的路上。当家的，等等我！懒人屎尿多，就你这婆娘，每次干点事磨磨唧唧的。等到了王有贵家，王有金和黄春芳从篓子里拿出2个陶罐子，就往那院门院墙一路泼去。一股冷风吹来，顿时熏得2人胃里一阵翻滚。走，去他家菜园子。要说这王有贵伺候庄稼还是有些能力的，这里头现在还剩下些萝卜和白菜，个头都比较大。当家的，咱们这算偷吗？偷啥偷啊？那老婆子骂了你不得赔偿点东西，还愣着干嘛？快动手啊！我这就来。夫妻俩趁着月色把地里大的萝卜和白菜全拔了。第2日天才刚蒙亮，老大媳妇儿还不赶紧起来烧水做饭，跟头懒驴似的，越来越懒了。哎，这就起来。刘氏不情不愿的从暖和的被窝里爬起来。刁婆子见院里有了动静，又缩在被窝里睡起了回笼觉。娘，不好了！刁婆子好不容易睡着，正梦到吃烤鸡呢。刘氏，你大清早的叫魂啊，是死了爹还是死了娘呀？话刚说出口，意识到自个儿也是他娘。老婆子，我说话有口无心的，菩萨神仙莫怪莫怪。等刁婆子慢悠悠的出了门，就看到其他人都醒了，不约而同的捂着个鼻子。你们这一个个的做这副鬼样子干嘛？话还没说完，那浓烈的恶臭冲进了鼻腔，刁婆子打了个重重的喷嚏，离得最近的王香香头发上、脸上顿时落满了刁婆子的口水鼻涕。这刁婆子本就从来不刷牙，加上昨晚进这些腌萝卜、干梅豆酝酿了一晚上，那味道可想而知。我的娘啊，奶着嘴巴比那粪还臭！娘，不知道哪个造瘟的畜生泼到咱们院墙上全是黄粪汤子。刁是气的飞快的走到院门前一推，噗，一个装粪肥的篮子就罩在了头上。不快把这东西给老娘扯掉！王有贵赶紧上前摘掉篮子，就见刁婆子头发乱糟糟的，上面落满了粪土灰。是哪个挨千刀的？有本
本事来找老婆子我呀？下三滥的该来我家闹，我咒他不得好死，绝子绝孙！这刁婆子足足骂了半个来小时，才气羞羞的进了屋子。王大海一盆水泼了过来，刚脏物就溅了王香香一鞋子。二哥，你能不能看着点泼水？我这鞋都没穿几次呢，就被你弄脏了。脏了就洗呗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说的倒轻巧，这大冬天的洗鞋子多冷呀！香香，你别嫌二哥说话直，我瞅着全村的丫头，就数你最懒了，再不改，将来可是嫁不出去的。娘，你看二哥咒我嫁不出去。刘氏白了王香香一眼，这么臭，你们俩还有心情斗嘴？别看了，快干活，不然早饭不要吃了。王香香看自家娘偏袒王大海，一跺脚跑回了屋里。娘，我去解个手。去吧去吧，这一个两个都不是干活的主，都是些讨债鬼。王大坤来到王香香门口，敲了下门。香香，我是你大哥，能进来吗？王大坤推门进去，就看到王香香正趴在床头哭得梨花带雨。香香别哭了，哭花了脸可就不好看了。大哥，明明是二哥做错了，咱娘就知道偏心他。你二哥就那样，仗着娘疼，向来无法无天，我都被他气到好几次了。大哥，他连你都敢欺负呀？看来整个家里就我们俩最不受待见了。说到这儿，王香香又哭了起来，那眼泪不要钱的往下掉。好了，香香，咱不哭了，以后你和大哥混，咱们一起教训老二。大哥，那我要做什么呢？你就帮我看着他，他做什么你告诉我就行。好。刘氏去菜园子里拔菜，看萝卜白菜全没了，回去跟刁婆子一说，那老婆子气得晕了过去。平川县半月前捐来的1500担粮食已经告罄，这可把丁汝章愁得头发都白了。大人，属下在流民里发现了这是何物啊？赵大明剥去外面的皮，露出里面白生生的肉。大人，这东西叫做山药，是几个流民从山坡上挖来的，说不仅可以填饱肚子，味道比灰面还要好，他们都吃了快2个月了。好，快给本大人瞧瞧。等丁汝章仔细打量后，也不讲究，直接往嘴里咬了一口。这东西果然有粮食味儿啊！快把这事儿去打听清楚，属下这就去。等赵大明再次回来，就把这事儿摸得清清楚楚。太好了，看来咱们平川县是长这个东西的，这附近多的是山坡。赵大明，你赶紧带上那些流民去这附近转转，要是发现了此物，赶紧来回禀本官。赵大明立马带着人在这附近几十里的山坡田野里认真寻找了起来，倒还真发现有几个大山坡上到处都是这个东西。接下来县衙组织青壮流民去挖山药，很快数万斤山药运回了县衙，把它切碎和灰面一起熬粥，大大的解了平川县无粮之危。丁汝章忙把这事儿写了公文，连同几节山药和藤一起给小公也寄了去。等骆子玉看到沟子村王姓妇人中从书中识的此物几个字时，不由得眼皮一跳。扫墓，那个王桃花哪里人来着？爷，是平川县的。废话，我问的是具体哪个村，好像叫什么沟子村。果然是他。爷，你是说这山药是这个女侠发现的？10之8九吧，看来你的这个女侠颇有些能力啊。你安排些人去附近山坡田野找找有没有这个东西，若是有，也可为咱们省下不少粮食了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这日，王桃花正在院里挑着野菜，王豆香飞快地跑来。桃花，我娘说香琴嫂子要生了，不是还有个把月吗？张大爷和栓子哥去挖鼠粮了，张大娘去地里挖野菜了，香琴嫂子想去拿柜子上的花生，就摔了一跤，当时肚子就发作了，好在被路过的人看到了。走，咱们去看看。虽然那宋香琴自己不喜欢，但还是希望他们母子俩平安。等两人刚走到张大娘家门口，就听到一阵又一阵撕心裂肺的叫喊声。桃花，生孩子这么痛啊，那我以后不生了。你这话要是被婶子听到，你这耳朵保准被拧下来。两人刚要进院子，就被来帮忙的罗桂花给拦住了。这妇人生孩子，你们2个姑娘家的来干嘛？这可不吉利，快一边耍去。两人只能在院门口张望起来。约莫1刻钟后，屋里传来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。生了！等帮忙的人陆续出来，王桃花就想进去看看孩子，可刚走到堂屋，就听里面传来宋香琴的哭声。我不信，我娘给我求的签，说我这胎一定是小子，怎么会是个丫头？你这死丫头跑这么快干嘛？抢了我儿子的道了。在这平川县这带，是流传着古怪的传说，说这女人生孩子时，地府的阎王会让一男一女2个孩子同时起跑，谁跑赢了，谁就投胎转世。香琴，咱们家不论是
是姑娘还是小子，我和你爹还有栓子都喜欢。再说咱们日子长着呢，先开花后结果也没什么不好的。当初你白嫂子不就是先生了桃花后生的少安吗？可宋湘琴想到那撕裂般的痛楚，哭得更大声了。好孩子别哭，这坐月子要是哭多了，以后迎风眼睛就得疼了。老天爷呀，你是瞎了眼吗？我要的是小子。湘琴，娘不是说了吗？这姑娘咱也喜欢得很。来，你瞧瞧，这孩子眉眼多周正，脸蛋多俊呢，以后长大保准跟桃花一样漂亮。桃花，桃花，娘，你眼里只有桃花。这小丫头片子，以后要像那个牙尖嘴利、伤风败俗的死丫头，我现在就把她扔尿桶里溺了。湘琴，你咋能有这想法？再说桃花可是个好孩子，就你那吃的喝的，他哪次少了你？可不许再乱说，没得让人听到笑话。你帮着外人说话，你就是嫌弃我生了个姑娘。哎呀，老天爷呀，我的命咋这么苦啊！得，又扯到了这茬。豆香，今日我不去看孩子了，省得他又闹腾起来。那我也不去，咱们下次再来看孩子吧。两人刚走到半路，就听到苗明翠也生了，这次依然是个带把的小子。要是被宋湘琴知道苗明翠生了个小子，非得气吐血不可。等宋湘琴知道苗明翠生了个带把的，气得把床头一碗浓香的鸡汤摔了个粉碎。就是苗明翠这个贱人抢了我的儿子。苗明翠，你这般恶毒，不得好死！我的儿子呀，你跑错地方了。说着又哭闹了起来，喊着张栓子要把孩子拿去王家换了。你们不肯去，我去，我要抢回我儿子。看着宋湘琴这般疯魔，老两口一脸颓丧和苦闷，最后还是张栓子吼了几句，宋湘琴才算消停了下来。转眼就到了张家和王家给新生孩子洗三的日子，一个在未时，一个在申时，刚好错开了。洗三的用意，一是洗涤污秽，消灾免难；二是祈祥求福，图个吉利。王桃花穿戴整齐，把准备好的礼物拿了出来，两家的礼物一样，2尺月牙白的细棉布。王桃花摸了摸，还算柔软，拿来给小孩子做件小衣裳还是不错。这礼物说来在沟子村也算是重礼了。等来到张家，发现院子里已经来了10来个人，张大娘早在里头候着，跟众人打着招呼。好孩子啊，你也来了。大娘，恭喜了。就见堂屋的桌子上燃着香烛，地上摆了个澡盆子，里面已经放好了温水。胡婆婆从随身的搭链里拿出3张红纸，这3张红符是供过碧霞元君、琼霄娘娘、云霄娘娘等13位神像，你把它分别放在堂屋供桌上，香芹枕头下，最后1张埋在院子里。张大娘神色认真地收下了3张红符，赶紧唤张栓子去办。洗三仪式正式开始了。盆头一响，黄金万两，主家喜迎贵客添福喽！一圈下来，这洗三总算完了。接着众人去了宋湘琴屋里庆生，张大娘把小丫头放在她身边，她翻了个白眼儿，嫌弃地撇开脸。这边众人就笑脸盈盈地拿出带来的东西，往桃花看去，多是张帕子、半包花生、2个鸡蛋之类的。现在封村2个多月了，大家能拿出这些东西来也算不容易了。可宋湘琴脸色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黑了，得，这是不满意了。张大娘自是知道自个儿媳妇的心思，我老婆子替这小丫头谢过大家了，大家这也忙活半天了，赶紧家去歇着吧。等那城门开了，老婆子我去买上些果子韭菜，定来吃个痛快。众人也明白张大娘的用意，于是纷纷告辞。最后屋里就只剩王桃花了。张大娘满脸笑容的把那丫头抱来，桃花，你来看看这个小丫头，她好可爱呀，长得也漂亮。大娘，这小丫头长大后绝对是百家球呀。是呀，你看这眉眼细细的，倒跟你小时候呀有几分相似。长得好看有啥用啊，还不是个丫头片子，以后啊也得便宜了人家去。嫂子，这姑娘呀都是爹娘的小棉袄，等以后你就可以明白其中的好处了。女儿福，我嫁来这5、6年了，咱爹娘也没享我什么福呀。这姑娘呀都是给人白养的。嫂子，都说儿子好，但就说咱们村里这儿子不过老人的还少吗？儿女都一样，就看咱们父母如何教养了。没想到这句话像点燃了炮仗，宋湘琴嗖的一下坐直了身子。你是说我爹娘没教养我好来？啥？这人是什么脑回路呀？桃花，你嫂子累了，咱们屋外说话去。王桃花看宋湘琴脸黑得跟锅底儿似的，也是一刻都不想待了。嫂子，这2尺7布留给孩子做件小衣裳吧。
说着放在床头。那宋香琴脸色总算好了些，忙把布拿过来，又是摸又是捏。桃花，你嫂子就那性子，别挂心上。张大娘，你想啥呢？这嫂子刚生了孩子，忙糊涂了也是正常。桃花，我要是有你这么个懂事的孙女，老婆子做梦都能笑醒。大娘，现在可不就有了吗？这孩子你好好养着，以后肯定是个贴心的。对了，叫啥名字呀？说到这个，张大娘就来气。沟子村这边小孩出生后，大名晚上几年取没啥关系，可是这小名却是一出生就会取上个顺口吉利的。于是张大娘问了宋香琴好几次了，这丫头片子的小名还讲究什么呀？花呀、草啊、南瓜、地瓜，随便叫一个不就成了？白白浪费心思。桃花，你是识字儿的，要不你给大娘个主意啊？我呀，这不太好吧？回头嫂子要是知道了，非得生气了。没事儿，我不跟她说就行了。王桃花被张大娘期盼的眼神看得头皮发麻，只得认真的想了起来。这小丫头长得这么灵动，要不小名就叫灵儿吧？灵儿，这个小名好听，就是叫大名都成。以后我们灵儿呀，也要像桃花姑姑一样聪明好看呢。小丫头噗噗的吐着口水泡泡，似乎在回应这事儿，逗得两人笑了起来。王桃花刚走出院门，张大娘就拐进了屋子。很快屋里就传来宋香琴的声音：娘，把那丫头抱走吧，我得躺上一会儿了，这每日晚上都不睡，净折磨老娘了，也不知道是来报仇的还是报恩的。还有，你看看这些人送的是什么东西，谁家庆生的送2个鸡蛋，鞋垫子的，抠抠搜搜的，你张老脸都不要了。香琴，咱们村封了这么久，现在家家都困难，能拿出这些东西来已经是很难得了，可别往外说嘴。娘，就说去岁那秦婶子儿媳妇生孩子，你可是抓了只鸡去吧？你看她送什么？小半袋子花生，这人就知道占人便宜。咱们两家以后别来往了。你秦婶子家日子过得多苦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就这点花生，估计都是牙缝里省出来的。我才不稀罕。这么看来，就那死丫头还有点良心，算咱们家这么多年没有白帮她。我瞅着这细布不值2尺，紧一紧呢，刚好给我拿来做件谢衣。香琴，这是桃花拿来给灵儿做小衣裳的。她个小丫头片子穿那么好干嘛？回头我从旧衣服里拿件改改就好了，穿着还舒服。张大娘顿时沉默了。这时传来小灵儿的哭声：娘，快把她抱来，吵死了。好在张大娘老两口和栓子对着孩子好，不然这孩子摊上这么个娘，以后有的罪受。等去了苗明翠那边送庆生礼，就发现整个院子黑压压的全是人。等到天盆，大多也是1文2文的往里扔。轮到于连英了，直接扔了一个半钱的银饺子，顿时震惊了众人。都说王家2妯娌处得跟亲姐妹一样，看来还真不错。等一套喜散流程结束，大部分人送了庆生礼走了。丫头，你来了。婶子，恭喜你喜得贵子。本来还说生个跟你一样漂亮的丫头，结果又是小子，这下哥俩非得把这家闹腾开了。王桃花抿着嘴笑着，还真是造化弄人。小儿子的生个女儿，小女儿的偏偏生了个儿子。要是把这孩子跟宋香琴换一下，婶子是个有福气的，以后哥俩一起孝敬你。就看到那个胖乎乎的小子正甜甜的睡着，这小子真可爱，文文静静。那你可猜错了，这小子也不知道像谁，这脾气犟得很。你瞧瞧，我这边头发都被他薅了好几根了，这小家伙最是会闹腾人了。虽是这般说，苗明翠脸上多了一丝柔情。等送了细棉布，两人客套了几句，王桃花也就回家去了。黄元修押着10万担粮食日夜兼程，终于在2月初赶到了九江对岸的江州。大人，搜遍所有渡口，才找到3、5艘船呢，其余全随流民去往了九江。这好办，你拿着本官的印信去趟九江府，让姜昆山2天之内把船全收罗了，下过来运粮。卑职这就去办。眼看黄安就要下去，黄元修忙叫住了他。你此次去，且说咱们运的是30万担粮食，而且要大张旗鼓的把这件事散播出去。大人，这是为何呀？咱们这10万担粮食说多也不多，这1州3县分一分，也就够城中百姓和流民混个半饱。小公也早就派人去调查清楚了，这州府里的大户商家至少囤积了粮食40万担，
眼下最重要的是先把城中那些贪官商家积存的粮食给骗出来，要不然咱们这些粮食也是杯水车薪呐。黄安跟了黄元修10来年，略微一下想就明白了其中关节。大人，咱们把30万担粮食赈灾的消息一放，他们怕粮食砸在手里，必然降价出售粮食。可是后头他们会不会来找大人您麻烦呢？我听说九江府好几个官员认了京城里的大人物做了干爹呀。老夫说有30万赈灾粮，又没说都运来九江府啊，找得上老夫吗？再者，小公爷已经向圣上请了旨意，准许本大人对九江贪赃枉法的官员和鱼肉百姓的商家进行严惩。他们现在躲老夫还来不及呢，老夫要让他们这些蛀虫剥一层皮。没一日，朝廷30万担赈灾粮已经到了江州的消息，就如长了翅膀似的传到了九江城里。知府江昆山把州里所有属官都召集在了府台衙门，在座的这些官员自家都有粮食铺子，或者与粮商勾结在一起，年前私下去两湖地区花高价买来大量粮食。现如今九江城中精米已经涨到200文一斤，白面150文，这1个月的时间，这些官员可是赚到盆满钵满。现在这黄阎王来了，怕了吧？晚了，请老夫好好看看你们这人头还能在那腔子待上几天。九江知州是个50来岁的半老头子，名唤涂文松。快回府。最开心的要数平头百姓和流民了，他们熬了这么久，苦了这么久，朝廷的粮食终于来了。几乎一夜之间，全城的粮价疯狂降了一半。可是各个铺子里并没有等到疯狂买粮食的场景，反而冷冷清清，门可罗雀。江对岸的黄元修正看着小公爷送来的密信，一旁的黄安稍微瞥了眼，就看到杀鸡儆猴，接下来就是几个人名。看来九江府有人要倒霉了呀。这天晚上，知州府一个下人拿着密信，骑着快马朝平川县飞奔而去。父君，这女婿来信怎么说呀？朝廷赈灾粮食下来了，说是有30万担呢，分到这平川，少说也有5、6万担呢。到就到呗，这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咱们也管不着，反正这铺子还不照开。无知，咱库里的1万多担粮食咋办呢？那可都是老夫花高价买来的呀，难道全烂在库里吗？哎呀，那咱们怎么办呢？周东海略微思索了一番，为今之计，趁着那消息还没有传到平川县，咱们赶紧降价卖了。那咱不是亏死了吗？周东海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心疼地闭上了眼睛。很快，周家7个粮铺堆满了粮食，插牌上也改了价格。百姓们一看，比昨日低了一半的价格，顿时又是纳闷又是惊喜。众人正要去铺子里抢购，就听一个衙役敲着响锣大喊：喜报喜报啊！朝廷赈灾粮食下来了，合计30万担呢。很快，城外的流民也听到这消息，是又是哭又是笑。随着九江渡口上的船只越来越多，九江府包括各县有存粮的官宦商贾欲哭无泪。现在灰面已从原来80文一斤降到了10文一斤了，可是买的人依然不多。知州府后院，涂文松接连摔碎了好几个上好的青花茶盏了。这些刁民，老夫已经把价格降得这么低了，竟还嫌贵，难不成要本老爷白送给他们不成吗？老爷动这么大干活干嘛？小心伤了身子，奴家可是会心疼的。此人正是周东海的大闺女周婴儿，现在是这涂文松的九姨娘。那好婴儿啊，咱们库里可是藏着价值20万两银子的粮食啊，这都是葛老爷的肉啊。老爷，听说那渡口已经摆满了船，要去对岸运粮，奴家真希望那江上卷起一道浪，把那船全给卷走了。没了船，看那姓黄的怎么运粮，这样老爷就不会烦心了。哎呀，老夫怎么就没想到呢？你可真是老夫的宝贝儿啊，帮了老夫大忙了。狠狠地在周婴儿脸上亲了好几口。老爷，这大白天的，让下人看到了，告去夫人那边，奴家又得挨罚了。那黄脸婆，她敢？老夫的心肝宝贝儿，谁都动不得的。很快，窗帷中娇喘吁吁，春光无限。是夜，冷月如钩，九江渡口已停满上百艘大大小小的船只，几个人影从树丛里闪了出来。马爷，看船的大头兵已经被咱们的人给灌醉了，现在睡得正香着呢。好，老六，回去也给你记头功。侯老六一挥手，几人从腰间解下皮带子，拔掉腮布，顿时一股刺鼻的气味窜了出来。那7、8人把皮带子里的东西朝10几条船撒去。够了，今日风大，只要这10几条船烧起来，这上百条船就一个都跑不了。快点火，等做完了这趟，咱们去群芳阁找姑娘松快松快，日后那良田美妾可就等着咱们了。
可下一秒他就笑不出来了，只因10几个兵丁手拿长矛从黑暗中冲了出来。你们这些杂种，可知爷是谁吗？敢拿长矛指着爷，是不是不想活了？马大眼大喝一声，可这些兵丁连眼皮子都没眨一下。你是谁呀？说来听听。赵金，你不是喝醉了吗？马大眼狠劲一出，唰的一下就从腰间拔出一把剔骨刀，兵丁们瞬间操起了长矛。也知道你有点手脚功夫，不过今日你们插翅也别想逃。说着拍了拍掌，就见几10个弓箭手跑来，拉着弓瞄准几人。黄大人早就猜到你们这群跳梁小丑会来烧船，拖延粮食进城，所以呢，我就将计就计，陪你们演了一场戏。你们若是现在放下手中的刀，咱们呢就让你少受点苦头；若是冥顽不灵，就让你们尝尝这穿心剑的厉害。侯老六第一个把匕首刀子给扔了，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大人饶命啊！我都是被这马大眼给胁迫的，我不做他就要杀我全家呀！你这狗杂种，敢反水，老子今天非撕了你！说着一把抓起猴子正要动手，咻咻咻，几根羽箭射在了他跟前，吓得他连连后退。其余几人见状纷纷扔了刀子。马大眼呢，连运粮船都敢烧，原是犯了大罪。我劝你老老实实跟我们走，不然有你最受的。马大眼脸颊上的肉跳了跳，看着地上插着的羽箭，最后不甘地扔下了刀子。等众人走到一段河堤时，马大眼突然撞开两侧的官兵，从河堤上滚了下去。快放箭！数十支羽箭射下，这河堤上是茂密的芦苇群，连绵10来里，又是黑灯瞎火的。马大眼往里头一钻，瞬间不见了人影。既然让这个鸟人跑了，下次再碰到他，非剁了他双脚。第2日，当涂文松从美人怀中醒来，得知烧船的几人被抓时，还不等他收拾细软逃命，黄安就派人把他的院子给围了个严严实实。奉黄大人命，涂知州官商勾结，鱼肉百姓，且派贼人夜烧粮船，阻碍圣上救济灾民之人心，现屠府所有人不得出府，等待大人发落。听闻知州府被封，这下全城都震动了。那些本还犹豫不决的商户被吓破了胆子，于是粮价半天之内恢复到了最初的价格。一时间，九江城里城外欢声一片。等周东海得知知州府被困的消息，直接一头栽倒在了地上。第2日，周东海醒来，赶紧命管家带上火油去粮仓，准备一把火把粮食给烧了，来个毁尸灭迹。可惜被早就埋伏好的衙役抓个正着，周家也如同知州府一样被困在了自个院中。直到第3日，黄元修带着10万担粮食进城时，各大小官员粮商才发现自个上当了。可是为时已晚，手里的粮食早已清空，亏得那叫一个剜心抽肠。大人，人员、银两、粮食全部核算清楚了。说这次九江一府3县违法乱纪官员、商户合计31人，查抄银两和371万6842两3钱，粮食和42万担。看呐，一个小小的州府竟然出了这么多蛀虫，外头流民饿死了多少？他们家里粮食都生没了吧？大人，那这些东西咱们该怎么处理啊？小公爷已经向圣上请了旨，银两分3份，1份送往北边充作军饷，1份留下来安抚流民，还有1份送去京师。至于粮食，一半送去给小公爷，另一半留下来分给这30万流民吧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前方捷报频频传来。到2月上旬，小公爷已收复边关80%，把胡人赶出了大梁。等到沟子村得到这消息，还是在3天之后。听到流民回籍，县城恢复进出，关了2个月的沟子村村民全都喜极而泣，唯有刁婆子几人脸色僵硬，怨愤不已。要命喽！这城门早不开晚不开，偏偏这时候开，还不断了老娘的财路吗？王村长还是颇有些能耐的。要知道，这次咱们县下的22个村子，有多半都被流民侵扰了，全赖村民们协力才保住家园呢。听说那山药也是贵县带着流民去挖的，也算是活民无数了，功德一件。你放心，县太爷都记着呢，稍后必有嘉奖。老夫不敢居功，那山药是本村王有才的闺女王桃花书中所学呀。那姑娘不但能攀上小公爷，还能从书中找到山药，可不一般呢。王村长过谦了，那我们这就告辞了。赵捕头啊，他日我村子收拾妥当，欢迎来喝杯薄酒啊，必定必定。赵大明正要上马，突然想到个事儿。王村长，黄大人要求严查流民期间囤积粮食、哄抬粮价的奸商，你们村子可有这类人呢？
王梦山心中一震，正犹豫着要不要把刁婆子几人的事说出来。有啊，官爷，咱们村子可不就有一个奸商吗？哎呦喂，这人都快饿死了，他家烩面还要卖我60文一斤哟！官老爷，你得要为大家做主啊！王梦山有些不喜地看向黄春芳。赵捕头，别听那个夫人胡说，那家人也不是商家之流，只不过是家中存粮较多，拿出来卖了些。王村长，此次县令大人特意交代，无论商户与否，若是粮价超过5倍来卖，均要入案。这人既然不念同村之情，这般抬价，我看也不是良善的。请村长带我们走一趟吧，咱们回去也好交差。这下王梦山也无法了，王大花肯定不能错过这场好戏，忙拉上王豆香也跟了去。刁婆子正在屋里数着今日卖粮得来的铜板，床上除去那堆铜钱和一些碎银饺子，还有几件簪环。刁婆子爱不释手，是摸了又摸，亲了又亲。可惜了，要是再封上个把月，这银钱保准多上1倍。想不到平日里2文钱的东西，被老婆子我赚了这么多。哎呦，我真是厉害呀！院外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，谁呀？看到是一伙身穿缁衣、腰挎长刀的衙役，顿时大惊失色。娘啊！刘氏，你这嘴是装了个喇叭呀？刁婆子藏好钱匣子，骂骂咧咧的从屋里出来，看到院里站了7、8个衙役，顿时双腿也抖了起来。而王有贵几人也吓得大气不敢出，乖乖的站在一边。这里可是王有贵家，主事出来一下。王有贵看向刁婆子，对方埋着头不吭声。官爷，我是王有贵，你们来咱家是有什么事吗？赵大明并不理他，而是看向跟只鸡婆子一般缩在角落的老婆子。你就是王刁氏？正是老婆子。有人告你高价卖粮，可有此事啊？没有，我老婆子最是守法，不做这亏心事儿。哪没有？你2斤粮食就收了我100文，天爷呀，那钱还是我东拼西凑的呢。还有我的陪嫁银簪子半两多重，你说簪子样式老，就给了我5斤烩面，你这心可太黑了呀！还有我把家里棉衣抵给他，才得了半斤粮食，他骂我是破落户、穷酸样。眼看爆料的人越来越多，你这个蠢妇还说自己没有高价卖粮。老话都说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。刁婆子被众人一击，立马把心里的那份害怕给忘记了。老娘活了几十年了，就没见过你们这般没脸没皮的。当初求老娘的时候，恨不得跪下来舔我的鞋子，现在狗脸不长毛，翻脸不认人了。我跟你说没门儿，这买卖咱们可是你情我愿的，你们就是告上衙门，老婆子我也不怵。你这老婆子倒是挺蛮横啊！本捕头今天还就通知你，县令大人有令，流民期间，商家若是为一己之私，哄抬粮价，鱼肉百姓，务必严惩。念你们是乡邻买卖，你把多出的银两还给人家，这事儿也就了了。什么？还钱？这是老婆子我辛辛苦苦赚的，是给了粮食的，凭什么还给他们？难不成你们这些当官的可以胡作非为，欺压百姓吗？说着往地上盘腿一坐，拍着地大声嚎着。见着刁婆子越说越不像话，王梦山劝道：刁氏啊，可不得乱说，几位官爷是奉了县令大人的令来的。我呸！我看那县令也不是啥好人。你个老婆子胡搅蛮缠，敢违抗县尊大人的令，兄弟们拿铁链绑回去。赵大明哐一声从腰间拔出刀，刁氏顿时吓呆了，忙爬起来跑到王有贵后头。有贵，那狗官要来抓我了，你快来护着娘啊！诸位官爷，我娘向来糊涂，说话没有遮拦，还请高抬贵手啊！官爷呀，乡里婆子说话粗鄙，还请见谅啊！我这就叫他家去把银钱拿出来退了。看在村长的面子上，本捕头给你家一个机会，快去拿银钱退人吧，不然你和这婆子一起抓走。娘啊，去把银子拿来吧。刁婆子只能呜呜的哭着去屋里拿来了钱匣子。拿回银钱的众人欣喜若狂，等刁婆子看着空空如也的钱匣子，心里恍若插进了一把刀子，两眼一翻就倒了下去。这样看来刁大娘挺倒霉的，白白送了这么多粮食。做人吧还是不能太贪心，咱们村本就穷，2文钱的粮食你涨个几文10几文，大家保准念你的恩，可你让人家倾家荡产去买粮食，这就不厚道了，可不是趁人之危吗？桃花，你说的有道理，这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这王有贵家已经烂到根子了，王桃花才不会觉得他们可怜，不落井下石已经算他良善了。等刁婆子醒来已是日落黄昏，想到那白花花的银子没了，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，
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儿啊！来人！等刘氏看到刁婆子左边的脸耸了下来，嘴角往上斜，不停地抖着，也是怕了。有贵呀，快去看看，咱娘恐怕不好了。娘啊娘！王有贵带着哭腔跑进了刁婆子屋里。我还没去洗，哭什么？娘，你哪里不舒服啊？刁婆子抖着手指指着自己的嘴，娘，这不会是中风了吧？娘，你等着，儿子现在就去请梅大娘来。这梅婆子也是郁闷，这1个月去了这王家有5、6趟了，这把完脉又查看了下病症，就和王有贵出去了。你娘是小中风，我看不好，你去县里请大夫吧。有贵呀，老婆子孤寡一人，也没田没地的，就靠村里看病挣点嚼口，这好几次的诊费和药钱，你今天得结一下了吧？王有贵顿时尴尬的张了张嘴，这事整的，梅大娘，你放心，这钱咱们家记着呢，只是现如今家里没有1文银子，我家也难啊，这银钱嘛，说来也不多，拢共也就100来文钱，我可以不收。哎呦呦，梅大娘，你可真是活菩萨哟！我就说咱们村里最心善就得数你呀。老婆子话还没说完，钱可以不要，那就拿袋粮食来抵吧。刘氏脸上的笑容瞬间破裂。最后，王有贵只得乖乖地扛了一袋灰面去了梅婆子家。翌日，王有贵用牛车把刁婆子送去县里的医馆看病，这一通下来花了8两多银，才把病给治好了。没钱就把王桃花还回来的2亩地又添了2亩旱地卖了，才堵了这个窟窿。阔别2个月，再进平川县城，感觉一切既新鲜又陌生。虽然现在东西南北的商路刚通，很多铺子里的货物还没有补齐，但并不妨碍百姓们逛街的热情。毕竟这2个月来缺衣少食，又锁在家里头的日子太难熬了。周叔，桃花啊，好久不见喽！年前存下的粮食，这次封城影响不大吧？别说了，临了被那老鼠偷了家，差点就饿肚皮了。像你这般聪慧，想不到也拐了脚。叔这个年过得惨呐，本来备好了200斤粮食回去，一家10几口也算是够了。可是架不住这城门一关，就是2个多月呀。后来也是一顿野菜，一顿糊糊熬过来的。米婶子都说咱自个儿卖粮，还差点饿死，说出去没得被人笑死啊。好在咱们总算熬到头了，这大难不死，咱们必有后福，你说是不？丫头啊，说的在理，看看今天要点什么粮食啊？周叔，大米给我来50斤，白面50斤，灰面来个30斤，还得麻烦你帮我送家里去。丫头，你买这么多吃得完吗？现在粮食不紧张啊？叔，不瞒你说，我现在馋着白米白面都快馋疯了。再说有了锁城这么一遭，我家又没地，总得多备点粮食以防万一，你说是不？考虑的周到，行，大叔这就给你装上。现在有黄大人坐镇九江，这粮价总算是稳了，这时候买也不亏。周大年一边量着米，一边笑盈盈地说道：你看你这米雪白晶亮，都是好粮食啊，这可是周家存粮。可惜呢，这家人心肝黑呀，跟那些当官的合谋高价卖粮，鱼肉百姓，这不被一锅端了。王大花心里咯噔一下，哪个周家？不就是石狮子胡同那家吗？这周家好几代家业了，这下全都玩完了。男的全流放北边苦寒之地，女的呢全都卖去教坊司了。竟然是他们家，抓得好！他们家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活该！一想到周胖子在那苦寒之地砸石头啃荒地，心里超级爽。叔，你这边有没有卖黄豆？黄豆？你说的可是硬豆？这东西通常都是喂驴马的呀，咱铺子没有。你要是要的话，叔有个老友是卖这个马料的，待会儿呢我去帮你问问。平日这东西贱得很，好像1文钱可以买上2斤。王大花听了心下一喜，这黄豆可是个宝，竟然拿来喂马驴，真是暴殄天物呀！叔，那麻烦你了，有的话你先给我买个几十斤。丫头，你要这么多硬豆干啥呀？难不成你要养牛驴？山人自有妙用，叔你就等着瞧吧。王大花打算开启做豆腐的计划。王大花又去了趟杂货铺子，零零散散买了一大通，干脆把东西送去了粮铺，让周大年一起送回去，反正他有马车也方便。王大花一身轻快的在街上逛着，路过当铺，王大花摸了摸怀里的东西，走了进去，再出来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从周家顺来的4、5个金银克子，搭上1根金簪子，总共换了40两银子，加上之前剩下的银子，约莫有57两银子了。他打算建所新宅子，正想着，
前方闹哄哄的一片，就看到一个年轻的汉子正被一个半老头子拽着，两人手里还拉扯着个羊皮尖垫子。大爷，你再不松手，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快来人呐！这后生无法无天呐，拿了老汉的羊皮垫尖子，还想打我呀？我说这位小哥，你跟个老头子闹什么？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不得被他们家人给赖上了呀？真不要脸面呐，连老人都欺负，真是世风日下。这羊皮尖垫子真的是我的，你们怎么就不信我呢？那老头眼珠子滴溜溜的转着，脸上全是得意之情。就这副跟这耗子似的面相，一看就有问题。方贵想着家里还有事儿，就用力把羊皮尖垫子拽了回来，急冲冲的就要走。那老头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抱住他的腿，躺在地上。你不能走，你必须还我羊皮尖垫子。老头子命苦啊，就剩这么件值钱东西了，想不到还要被你昧了去，你个丧良心的！大爷，你不要眼睁说瞎话好吧？刚刚明明是你摔倒了，我扶你起来，你就拽走了我的羊皮尖垫子，说是自个儿的，你咋这般不讲理呢？你怎么颠倒黑白呢？这羊皮尖垫子是平日里我打柴火用的，不然我这把老骨头早就被那柴火给压折了。众人听了这话，更是一边倒的指责汉子。王桃花却看着那羊皮尖垫子，若有所思。方贵现在是有嘴说不清了，想强行掰开老人的手，对方就哎呦哎呦的叫嚷着。打人了，我这胸口啊一抽一抽的疼啊。这位小哥，这大爷说这羊皮是拿来砍柴垫肩的，你这拿来干嘛用的？我是南城码头扛包袱的，这羊皮尖垫子是我平日里扛东西用的。今日我给一个路过的粮食行商扛了好几十袋面粉，赚了几十文钱，想着来这边摊子给我娘买点零嘴，就碰上这么个不讲理的大爷。你才不讲理呢，你坑蒙拐骗欺负我这个老头子。小哥，既然你们两个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那为何不去衙门找关老爷判案呀？去衙门没听过吗？八字衙门朝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。老头子我可不敢去，没得丢了羊皮还得被扒一层皮呢。那既然不去衙门，本姑娘倒有一计可以证明这羊皮尖垫子是谁的，敢不敢让我试一试？哪儿来的黄毛丫头多管闲事啊？老头我知道了，你肯定跟这个小子是一伙的吧？你管我是哪里来的，反正不是你肚子里生出来的。众人顿时笑了起来。咋样，敢不敢让我试一试？你放心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我绝对公平公正。我方贵同意。老头还在那嘀嘀咕咕犹豫不决。我说大爷，人家小姑娘有主意，就让她试试呗。这老头不敢试，不会刚才说的都是骗人的吧？还真有可能。你看那小哥可一点都不含糊。试试就试试，老头我要看看你怎么把黑的说成白的。把羊皮尖垫子给我吧。方贵忙把羊皮递了过去。你们俩放心，我定会让羊皮尖垫子物归原主。王桃花去路边的摊子上借来一根支棚子的棍子。诸位，既然这羊皮尖垫子迷糊了，认不清主人了，本姑娘就好好收拾他一顿，保准打完了他就是清醒了。围观的人轰的一声议论开来，王桃花也不理会众人的议论，把羊皮尖垫子平铺在地上，拿起棍子就狠狠打了几下。这几棍子打下来，众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。诸位，刚才羊皮尖垫子已经认错了，他说他的主人是这位小哥。你这个臭丫头，我看你俩就是一伙的，装模作样的瞎搞一通，就想占了老头子的羊皮。老头子打死你个不要脸的！刚要挥拳，就被方贵抓着手腕，动弹不得。疼啊，手要断了，快松开！方贵用力一甩，老头子就踉踉跄跄的往后退了几步。并不是本姑娘偏袒这位小哥，大家请看，从地上捡起羊皮，就见青石板上多了一层白白的粉末，这不是面粉吗？对的，这些都是面粉，是我打羊皮尖垫子时从上面掉下来的。这位小哥说过，自己今日扛了几十袋面粉，那羊皮里沾了些面粉是很正常的。可这位大爷说，羊皮是用来搭肩膀扛柴火的，里面却不见一星半点的叶子树枝，可见羊皮不是他的。所有人都明白了，纷纷向王桃花投去赞赏的目光。那老头子又气又慌，趁人不备，把人一推就跑了出去。跑得还真快。那还你羊皮，下次记得收好了。我也没想到这个老头子这么坏，这次谢谢姑娘了。姑娘，要不我请你吃包子吧？不用了，只是举手之劳而已。还有，不是老人变坏了，是坏人变老了。拜拜了。说着和人群一起散了。这姑娘心真好。王桃花做了这么件好事，顿时觉得自己多了几分英雄气概，走路都带了几分侠气之风。等他正走在一条僻静的巷子里，就发觉后头有人跟着他，加快速度走去，后头也跟了上来。很快自己的去路被人给拦住了。老大老二，就是这个臭娘们
们坏了爹的好事儿，去替爹好好修理他。就见是刚才那老头，旁边还站着2个20来岁的男人。爹，我看这娘们儿长得挺水灵的，要不然给我当婆娘吧。老二，我都没有娶媳妇呢，哪轮得上你啊？这娘们儿必须归我先。凭什么归你啊？我先看上的，就凭我是你大哥。好了，别吵了，抓回去当你们2个的媳妇儿，单天归老大，双天归老二。你们3个要不要脸？这坏事做尽，还敢拿老娘的主意？死娘们儿，敢坏我爹的好事儿，还敢骂人，待会儿让你尝尝我们哥俩的厉害。说着，阮二撸起袖子就要上前抓人，双拳难敌4手，不能硬碰硬，于是故意装着害怕，不停地往后退去。不要过来，我认错了还不行，求你们放了我吧。那阮老大看着这娇滴滴的姑娘，那是哈喇子流了一地。姑娘啊，既然做错事了，不得补偿哥俩啊？放心，只要你跟了咱哥俩，保准啥事儿不让你做，到时候你给咱生10个8个带把的。10个8个，你怎么不去头母猪啊？阮家兄弟刚凑上前来，王大花抬头，嗖的从怀里拔出那匕首就划去。哎呀！阮老大手背被划了一大块口子，阮老二就没那么幸运了，因为想去摸王桃花的脸蛋，食指直接被割了下来，血顿时喷涌了出来。阮老二瘫坐在地上了，捂着手指哭爹喊娘。阮老大也捂着手背，心有余悸。老二，阮老头吓得赶紧跑了过来，还想娶我做婆娘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我爹我哥都是猎户，我打小给那野猪开膛破肚就跟玩似的，还怕你们2个牲口？阮家3人听了这话，都跟见了鬼似的，大气都不敢出。以后别来惹姑奶奶，不然就不只是断根手指了，下次可能就是……说着往脖子上比划了一下，就昂首阔步地走了。刚出巷子，王桃花就飞快地跑入人群，现在2只手飞快地抖了起来，一颗心更是扑通扑通的要跳出嗓子眼儿了。到家不久，周大年就把粮食送来了，同时搬下了一袋子黄豆。丫头啊，那黄豆前段时间粮荒，我朋友拿来吃了部分，剩下的不多，给我匀了一袋子，约莫有50斤的样子，可够啊？够了，说多少银钱我给你。这东西也不值几个钱，甭给了。那可不行，怎么能老占你便宜？最终王桃花坚持给了银钱。王桃花盛出2斤豆子泡在水里。姐，你泡黄豆是打算做你说的那个豆腐吗？姐这次要做的是豆腐脑。豆腐脑比那豆腐更好吃吗？那是当然，我跟你说，豆腐脑又白又嫩又鲜，等做出来你就知道了。吃过午饭，王桃花拎上一封点心去了趟王梦山家。村长爷爷找你有个事儿。啥事儿啊？王梦山现在看着王桃花是越看越喜欢，心里猛地想起老大媳妇儿前段日子提的那事儿，想着待会儿探探这丫头的口风。是这样的，村长爷爷，我想着重新起几间屋子。你那屋子是该起新的了，你这边打算搭几间茅草屋，那木料啥的我家还存了几根，你先呢拿去用，不够让你叔去山里砍几根。村长爷爷，这次我不想搭茅草屋了，我想起青砖大瓦房。啥？青砖瓦房？丫头啊，这青砖瓦房可不是儿戏啊，少说得30-50两银子。你放心，这银子我已经备好了。这一下王梦山心里只剩震撼。老夫果然没有看错人呢，你这个丫头是个有主意的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起房子？村长爷爷，我想着现在离播种还有个把月，大家都有空，这几日就动土开工吧。好，康婆子那屋子既然村里面已经给你了，老夫明日就让人去把地契给你换了，省得日后起了屋子有人来找麻烦。那太好了，谢过村长爷爷了，倒是办地契和打点的银钱我来出。这倒不急，丫头，你起房子打算叫哪些人呢？我已经想好了，就让长水叔帮我建房子，其他人就他安排了，我信他。长水为人处事还算不错。两人又聊了些细节，王桃花就准备起身告辞了。丫头，爷爷问你句话。村长爷爷，你说。你过了年也14了，你爹娘又不在，你这终身大事可要上心呢。老夫对这个10里8乡的后生倒是也认识一二，若是有看上的，老夫可以添做长辈，帮你长长眼。王桃花被这话问得有些囧了。村长爷爷，我暂时不考虑这事儿呢，一来我弟妹还小，需要我抚养，二来为人子女，我想为我爹守孝3年，至于以后的事儿，就等3年后再说吧。长水叔在家吗？是桃花丫头来了。吴木正在后院补篱笆，听到王桃花来了，扔下手里的竹棍子就跑到前头。木头哥，桃花你来了。站在那里就有些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放了。还傻站着干啥？去烧壶热水来呀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木头大哥，不用麻烦了，我就跟长水叔说件事就走。
不麻烦。等两人坐下，王桃花开门见山，张水说：“我要起座青砖瓦房，你来帮我吧。”啥？丫头，你莫不是来寻叔开心的吧？说我没开玩笑，你上次不是说将来我要起房子得叫你吗？我这不就上赶着来了。这是真的呀？哎呀，丫头你好本事啊，小小年纪都能起青砖大瓦房了。哎呀，这要说出去非得跌碎了大家伙的下巴呀。这不运气好，在山里采了点好药，卖了些银钱，就想着弟弟妹妹长大了起个屋子，大家住的也宽敞些。丫头想得周全，这屋子可是大事儿，马虎不得。怎么盖你可想好了？王桃花有些不好意思地掏出那张图纸，说：“你帮我按这个键吧。”吴长水看到纸上的图画，也有些忍俊不禁，不过很快就认真看起了图纸。这院子的布置倒是也清楚，屋子也不算多，承建起来不复杂。这灶房里头你画了2个门，是啥意思？我打算把灶房建大点，然后隔出一间来当做洗浴的屋子，这样就不需要抬水去屋里洗了。这点子好，离灶房近，加个水之类的也方便。又解释了几个地方，吴长水就把这图纸摸得清清楚楚。你这院子要是盖好了，可是咱们村的头一份啊，不得羡慕死人呢。没事，羡慕的话我大方点，把图纸给他们，让他们自个儿盖去。这丫头够损的，咱们村里面有几家能盖得起青砖大瓦房啊？站在一旁的吴木怔怔的，心里有些患得患失。本来他为王桃花终于可以住上好屋子感到开心，可他这么有本事，自个儿与他越来越远了。说：“你帮我看看，起这屋子大概需要多少银钱？”这木头山里多的是，费点人力也就砍了，不花钱。关键是这砖瓦费些银钱，所以才没人盖得起啊。屋子加上院墙的砖头，怎么也得几万块砖，这估摸一下就要20来两银子。瓦的话呢，咱们这边烧的人少，有些贵，算下来也得10两银子，加上底墙用的石条也要3、4两，还有这些石桌、果树之类的，有个1、2两银子倒是够了。再有就是人工这块了，拢共得40多两银子。好，叔，我晓得了，那这事儿就托付给你了。丫头，你想什么时候开始建房啊？越快越好。这样，我去查下黄历，选个好日子，咱们就动土开工了。等王桃花出了吴长水的院子，刚到家，王有权就把地契送了过来。听说你要起大宅子，恭喜了。我爹说你这个地方周围都是荒地，也不值什么钱，就把它一起划给你了，到时候好种些菜之类的。王桃花看到地契上面的果然多了100来个平方，这下院子可不就够大了，心里自然开心极了。村长爷爷想得太周全了，改日我得好好谢谢他。对了，叔，这办地契打点的银钱我得给你。那个甭给了，统共也没花几个银子，就当叔给你的贺礼了。说着飞也似的走了，这人情先欠下吧，等苗明翠给孩子办满月酒再还吧。下晌，吴长水就来找王桃花。桃花啊，我查了下黄历，后日动土是好日子。那就后日吧，然后这片空地你也帮我包进来，已经过了地契了。这下妥了，我还瞅这个院子小了点，按照你那个图纸稍微窄不了点。王桃花当下去屋里拿了40两银子交给吴长水，说：“这是40两银子，是材料钱，你先拿着，若是缺了你再跟我说。这起房子的事我也不懂，就全靠你了。”丫头，你就不怕叔吃了你的银钱呢？怕的话我就不会去找你了。你放心，叔绝对给你起个漂漂亮亮的屋子。对了，叔，这起房子得请人，每日工钱怎么给呢？现在春耕未到，人多势闲，城里扛活差不多1天10文左右，管一顿灰面饼子饭。我家灶房小，做那么多人的饭也不方便，这样我每日出13文，不包饭可行？哎呀，丫头，这太行了，这灰面饼子这几个钱呢，我这条件一出，叔估计这要帮工的人都要排到村口了。其实你就是不包饭，咱们村里也得上赶着来呀，毕竟这活计比扛包袱要清醒些，还不要出村。都是村里人，多一文我也付不起，咱们起宅子也图个乐呵。至于叔的话，我每日付你30文工钱，木头哥按出工钱算，可行？不需要这么多，叔给别人起房子顶天也就是20文1天。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，这工钱是你该拿的，别跟我客气，不然我可生气了。那叔就免着脸硬了，咱们多攒几个钱给我家木头娶媳妇儿。一席话说到一旁的吴木脸红得像烧了起来，说：“那我这房子你可得给我看紧了，至于用多少人用谁你来定，就是有几家人他们要是来你给我推了，把王有贵、黄春芳、叶大丫和王二狗几人的名字报了一遍。”
叔晓得了。要说这几家人，平日里叔也不爱搭理他们。王大花要起青砖大瓦房的消息跟风一般吹遍了村子，瞬间掀起了轩然大波。很快，吴长水家被堵得严严实实，真是门槛都要给踏坏了。奶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一个姑娘家的，成日里大呼小叫的，以后哪个人家该要你？奶，那个小贱人要起屋子了，起就起呗，就他那3两重的骨头，这辈子也就配住几个茅草屋子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奶，哪里是茅草屋呀？他要起青砖大瓦房，吴大叔已经去量地了，比咱们家足足大了1溜呢。啥？青砖大瓦房？这个臭丫头，就她那短命样也配住青砖瓦房？她也不怕夜里那横梁砸下来砸死她？看刁婆子这么生气，王香香继续拱火。奶，他那宅子枯一间那么大，这是在跟咱们打擂台呢，要给咱们没脸。你想啊，他跟咱们断了亲，田呐屋子都没了，现在来这么一出，不就是想让外人知道咱们家有养无猪，把个宝贝当土咖了给扔了吗？还有建那么大的宅子，不就想压咱们家一头吗？呸！就他也配跟咱们比？狗肉包子上不得台面，老娘见到他非气死他不可。奶，我还听说他说13文一天，请人办公呢，有点银钱烧得慌，哪天付不出银钱，看他怎么哭。等到吃晚饭时，王家几人都食不知味，腹中怒火燃烧，还想压咱们家一头，我这就去拧了他的胳膊，叫他显摆。去什么去？他跟咱家有什么关系？奶，那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？老大，明天你去找吴长水，你可是懂泥瓦活的，我就不信他不要。这丫头不是有钱吗？咱们先赚点钱花花，等过几日我去找下葛仙姑，那丫头不是神气吗？我就让她家宅不宁。这葛仙姑可是10里8村最有名的神婆，听说法术高强，可以驱使小鬼呢。宋香琴正拿着上次王桃花送的那块细布剪裁着，听张栓子说了王桃花起宅子请人的事儿，冷笑着把那布扔到了一边。晴儿怎么不剪了？我就说那丫头是个没良心的吧，你瞅瞅这才多久啊，就能起青砖大瓦房了，那银子还不是老早就把着了，来送庆生礼才带着这么一块布来，真是忘恩负义的东西。晴儿，桃花不是那样的人，有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咱们掏心掏肺的对他，保不准别人还当个笑话，天天顶着一张狐妹子脸，难不成你也被他迷住了？张栓子见他越说越难听了，起身就要出去。张栓子，你给我记住，这份活计你必须去，这是他欠咱们家的，你听到没有？张栓子早就逃之夭夭了。第2日吃了早饭，王有贵几人就火急火燎的去找吴长水。有贵，你们几个我自然知道是好手，可是我这边人已经满了，不好意思啊。长水，这银子又不是你出，你把咱们几个加进去也没啥关系吧？那可不行，既然桃花把这事交给我了，那我就得担着责任。你们回去吧。你个鸟人，老子来找你是给你面子，你还真拿自己是盘菜呢，敢在老子面前拿桥了？放开我爹！身材高大的吴木拿着把斧头就从屋里出来，王二狗有些怂，赶紧打哈哈。咱们都是一个村子的人，别为了这事儿伤和气啊。既然人满了，咱们就先回去吧。午后也没事，王桃花就把那石磨里里外外的洗了一遍，准备做豆腐。冬儿，我磨磨，你往这孔里下一勺豆子，一勺水。少安，你去拿个木桶放在这留槽下，然后帮我把柜子里的那块纱布拿去洗一洗。王桃花吩咐完，几人就动起手来。随着磨盘有节奏的旋转，乳白色的浆水混合着白沫沫，慢慢的流进了木桶里。当2斤豆子磨完，已是2刻钟之后，接下来是10分重要的滤渣。那纱布展开来，有3尺来长宽。王桃花让王山和刘冬儿站在灶台的2头，把纱布拉直，下头正对着铁锅。少安、冬儿，我要下浆水了，你们俩可得拉住啊！你尽管倒吧，我保准拉好。随着第1瓢黄豆浆水倒入，纱布中心瞬间往下坠成一个漏斗状，如是一番波折，那半桶的浆水全部都过了一遍，留下了一大碗豆渣。这豆渣别倒，可以做好吃的，这烂乎乎的东西也能吃啊！大姐的本事你还怀疑呀？真是不长记性。王山立马疯狂点头，锅里散发着一股浓浓的豆香味儿，表面还多了一层淡淡的黄色的油皮。
姐，这个就是豆腐脑吗？还是豆浆呢？不过味道也很香浓，你们俩尝尝。去拿来2个碗，又去橱柜里拿出2块粗糖，舀了一勺滚烫的豆浆冲入碗里，喝吧，小心烫啊！浅浅的喝了一口，眼睛瞬间睁大了。哇，这豆浆好香好甜呀，比糖水还好喝，喝了全身还暖烘烘的。我跟你们说，这豆浆很养人的，咱们以后每天喝1杯，保准皮肤白白嫩嫩的。等2个小的喝完，王桃花开始点豆花了。等再次揭开锅盖，小半锅白嫩嫩的豆腐脑就呈现在眼前，上面汪着些淡黄的豆腐水。大功告成，冬儿，拿那个铁勺子给我。他斜着挖了一勺，那洁白如雪的豆腐脑就颤颤巍巍的在勺子上晃动，果真是吹弹可破呀！姐，这个豆腐脑太嫩了，我根本不用嚼呀，就滑进肚子里了。是呀，姐，豆腐脑又香又软又甜，太好吃了。3人连吃了3碗，才歇下了嘴。王桃花看豆腐脑还有1大半，就把它装了几碗，又撒上了些粗糖末，准备送去给张大娘几家尝尝。一路送去，大家都对这豆腐脑赞不绝口。桃花，这就是你用的硬邦邦的黄豆做出来的吃食，好吃吧？我打算去县里卖这个吃食，行不？太行了，这东西又香又嫩，保准抢破头。那就借你吉言了，以后你想吃尽管来我家。桃花，我可当真了，到时你可不能嫌弃我哟。没羞没臊的，桃花，你可不能总是依着他，不然呢，他这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。没事没事，婶子，到时吃了我的东西，他可逃不了，我可得安排事给他做的。奴婢但听桃花小姐吩咐。等他去了张大娘家，就看到张大娘埋着头在院子里浆洗尿布，仔细一看，都是些旧衣服改的。娘，这丫头片子又拉了，埋汰死了，快来把她抱走，一天天的净折腾人呢。接着又是一阵婴儿的啼哭响起。来了来了！张大娘赶紧起身往围裙上擦了擦手，头都没抬就急匆匆的进了屋子。王桃花看着忙得跟个陀螺似的张大娘，心里有些不好受。等张大娘抱着孩子从屋里出来，一眼就看到院外的王桃花。桃花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快进来。刚来呢，正要喊人，可不您就出来了。说着快步走过去，准备逗逗小灵儿，就看到这孩子精神并不太好，脸色有些发黄，还能闻到一股酸酸的气味。再去摸摸肚子，果然鼓鼓的，跟个皮球似的。大娘，我瞅着小灵儿有些不大得劲儿啊。你也看出来了，这2天我也感觉她精气神有些恹恹的，平日跟她说话可会乐呵了。还得去找梅大娘看看，放心点儿。你栓子哥砍柴马上就要回来了。王桃花点点头，把篮子里的那碗豆腐脑端了出来。大娘，这是我新做的吃食，拿来你和大爷尝尝。屋里的宋香琴瞬间竖起了耳朵。丫头，这东西一看就好吃，你这小脑袋竟会鼓捣。谁叫我管不住这张嘴呢？你瞅瞅，我感觉自己腰上都胖了1圈。你这丫头又胡说了，哪里胖了？全身都没2两肉，再说胖点多好。你瞅瞅那观音娘娘身边的金童玉女，多有福气。王桃花想着她还要去找媒婆子，打了声招呼就先走了。张大娘和张栓子前脚刚走，还在坐月子的宋香琴就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然后去灶房把锅里温着的豆腐脑吃了个精光。等张大娘皱着眉头回来，就来到宋香琴屋里。香琴，梅大娘说了，这灵儿没啥问题，就是有些积食了，你别她一哭就喂奶，小孩子肠胃娇气，容易撑着，然后记得多给她揉揉肚子。小的了，这小丫头片子，多吃点也能积食，果真是个没福气的。可不许乱说，咱们灵儿谁见了不说生得好，保准是个有福气的，以后说不得穿金戴银。一个乡下丫头能蹦跶到哪里去？以后安安生生的嫁个泥腿子，隔3差5能回来看看我，也不枉我生她一场了。把张大娘气得一个倒仰，这还是一个当娘说的话吗？有心说几句，想到小灵儿还睡着，只能暗暗吞了口气，出了屋子。张大娘来到灶屋，准备摘菜做晚饭，就看到那碗豆腐脑已经吃光了，勺子还随手扔在一边，不由得叹了口气。次日是新宅子起地基，恭喜恭喜恭喜！王桃花几人一一回礼。这起地基和上梁在古代起宅子中极为重要的环节，有道地基不稳，家宅不宁，所以今日要拜地神。今日吉时良辰，在此动土，宅子俊兴，人口平安，万事大吉。让姐弟3人跪下，磕了3个响头，一串炮仗噼里啪啦的响了起来。随着青烟散去，20来人开始热火朝天的挖了起来。午饭后，
就先去地窖那边又拿了根金簪子，等进了当铺，再出来怀里就多了35两银子。这根簪子比之前的要重些，所以当得略多。他先往铁铺走去，路过牛三的铺子，就见牛三正扯着一个学徒的耳朵骂着。那学徒明显耳朵被扯得极痛，却又不能反抗，只能弓着身子求饶。王大花这才要走，就见牛三直勾勾的看来，不由得翻了个白眼，往他家斜对面的铁铺子走去。竟然是那个死丫头！一想起王山和自己给出去的银钱，牛三脑门青筋直跳，又眼睁睁的看着王桃花进了自己死对头的铺子。姑娘，你要买些什么呀？咱家锄头、柴刀、铲子、菜刀、剪子应有尽有，保证价好货好。掌柜的，我不买这些东西，我要你帮我打一个铁桶，大概1尺左右，两边要有把手，然后要有盖子，可以打吗？可以，这铁桶倒是不是很复杂，不过那铁皮要打薄，做下来得3日功夫。好，那3日后我来拿东西，一共多少银钱？这样，你给半两银子吧。以后我家的东西都从你家买。王桃花原以为至少要1两银子呢，这么看来，这老板是真实在。姑娘你放心，我堂记打铁铺打我爷起就开了，向来价格实惠，童叟无欺。王桃花付了银钱，刚转身就看到对面牛三伸长脖子看来，姑奶奶就不去你家买，气死你！正要抬脚离去，突然他想起一个事儿，记得有次王山看到自己的匕首，姐，你这匕首真锋利，比我见过的那些都锋利。你又说大话了吧？这匕首又不是菜刀，你去哪里见？还好多，我真见过，就在那牛三的铁铺子里，院子后头有个地窖，有次黑虎追我，我没地方躲，就躲进了地窖里，看到地窖的木箱子里有10来把这种匕首。现在想想，肯定没这么简单。姑娘，可是还有想买的？掌柜的，有个事儿我想打听下。姑娘你说。掌柜的，我家是猎户，我哥常年上山打猎，也没趁手的家伙，我想给他打一把匕首，也好在山里防身。话刚说完，唐大龙脸色紧张。丫头，这东西咱们可不能打，要吃牢饭的。这是为啥？我朝律法，出去官府军营，民间不许藏刀剑弓弩匕首，若是家中所藏刀剑超过5把，要坐牢；若是超过20把，是造反论罪，要砍头的。咱家这个铁铺子更是官府严管的，就像是菜刀，斧头一次也不能出售5把以上，若是查到了，要吃官司的。不对呀，我记得上次我还买了一把小刀子呀。唐大龙走到桌前，拿起把中指长的小刀子。你买的是这种果刀吧？王大花点点头。这果刀是单铁打的，不耐用，也没有开槽，是专门用来切割果子之类的，倒不是违禁之物。想了想又补充道，这民间若是有刀剑匕首，多半是私下里偷偷打制的，要去衙门里记当的。王桃花总算恍然大悟，这牛三做尽了坏事，要那般欺负少安，这下老娘总算可以好好报仇了。王桃花跟唐大龙告了谢，就往衙门方向走去。王桃花正准备上前击鼓，突然想起当初牛三跟那几个衙役打招呼，明显是相熟的。这牛三在那街上也算个地痞，做了那么多坏事都安然无恙，必与那县衙里的人有关系，看来得想个妥当的法子。这丁汝章正在后衙的花园里和冯师爷下着棋，就听见赵大明急匆匆地跑了过来。大人，属下要事禀报，身为衙役扳手，怎可如此急急躁躁，有失体统？大人，属下这一心急就忘了规矩，下次再也不会了。说吧，什么事？赵大明忙把信件递了过去。刚才守门的兄弟说2个小孩把这信送来的，我已经问过那2个小孩了，是一个女子所为，不过用帕子蒙着脸，2个孩子并不知道长相。丁汝章才看了一眼，就惊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南城牛记铁铺后院的地窖里私藏刀具若干，大人可速速前去查证。县衙中人多眼杂，小心走漏了风声。丁汝章把信给了冯师爷。大人，无论此事真假与否，都需要你亲自走上一趟，不然容易落人口舌呀。赵捕头，你现在去点上一队人马，本大人要亲自去会会这个胆大包天的逆贼。为了不走漏风声，丁汝章2人并未告知众人去南城哪里，赵大明等人也不敢多问。最后从牛三铺子里查出14把开了刃的匕首，还有3把大刀。牛氏夫妇被关进了县衙大牢，等候发落。丁汝章把牛氏铺子查抄了，让各家爹娘领回了学徒，并用查抄的银两给予了补偿。这牛三本就是这条街的无赖，这下被抓了，百姓们欢天喜地。牛马市集在南城最里头，王桃花还没进去，就听到那里头牛马羊等动物此起彼伏的叫嚷声，因怕牲口跑出来，那市集的入口还摆了几排木栅栏。王桃花看得眼花缭乱。姑娘，要挑什么牲口啊？我敢说，我张来福卖的牲口保准是这市集里头最好的。来，你要看什么牲口？我带你去看看。掌柜的，我想买头牛，先看看吧。
很快他就把王桃花带到了牛栏，那里头有7、8头高大健壮的牛。王桃花看看这个瞧瞧那个，有些犯难了。张来福看在眼里，看来今天要好好赚上一笔了。姑娘，我这些呀都是好牛，看上哪一头了你跟我说，我给你算便宜点。看了一圈就看到一头黑牛，一身牛毛溜光水滑，那牛角也比别的弯。掌柜的，要不看看这头吧。张来福看他选了那头牛，开心的都要冒泡泡了。姑娘，你这眼光可真好啊，就这头牛啊，可是这篮子里最好的了，你这是一下子就把我镇栏之宝给挑走了呀。那头大黑牛被上了鼻绳拉了出来，张来福拍拍黑牛的身子，姑娘你瞧瞧这腱子肉多扎实啊，又掰开牛嘴，这牙口多齐啊。还行吧。掌柜的，这牛多少银钱？你放心，这牛才2岁多点，刚好是卖力气的好时候，原本呢是要卖上15两的，看在牛有缘的份子上，叔给你捡这个。说着伸出一只巴掌，5两银子。姑娘你可真会开玩笑，捡这么多叔不得亏死啊，给你捡5000银子。掌柜的，你先忙吧，我再去别家看看。说吧，做事要走。你别急啊，这做买卖不就讲个你来我往吗？咱们遇到也是缘分，这个价格嘛我也再让让，14两可不能再少了呀。王桃花对这些花言巧语可熟悉得很。12两银子，若是卖，我立马就牵走。张来福的笑容僵硬了。那算了，麻烦你了，掌柜的，我再看看。王桃花战术性的往外走去，等着瞧，保准叫住我。果然，出门的那一刻，那张来福才不迭声的喊道：好好好，卖你了。小样，拿捏。你这是要割叔的肉啊，这价讲的也太狠了，这牛就12两银子卖你了，就当咱们交个朋友吧。姑娘你等会儿，我去拿气纸过来。王桃花见他去拿东西，就无所事事的逛了起来。姑娘姑娘，王桃花就见那栅栏后头站着的人。方贵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恰好给主顾送草料过来，想不到在这里能够碰上姑娘。姑娘来这边是买牲口，买了一头牛，那掌柜的去拿气纸了。你选了哪头牛啊？方便指给我看看吗？王桃花不疑有他，指了过去，就那头黑色的，上了鼻绳的。方贵认真的打量了几遍。那头牛这掌柜卖你多少银钱呢？12两。果然是个奸商。咋？这牛不好？你仔细看那牛，是不是走路有些怪？王桃花还真发现了，那牛站着时，右边身子有些往下倾，走起来牛肩处有些颠簸，还真有些不正常。他这是怎么了？右边那个蹄子应该是以前拐过了，没及时治，落下了病根。这头牛犁田拉重物一时半会儿没事儿，但久了就使不上力气了。就这种牛，顶多卖个7、8两银子。什么？原来闹了一圈，小丑竟是自己呀！奸商，我这就跟他说不买了。突然远处传来脚步声，方贵赶紧说道：姑娘，你若是信得过我，你就选最里面那头毛发棕红色的牛。说着赶紧走开。姑娘啊，这牛气已经拿来了，你这边画了个押，按了个手印就行了，我送一份去县里登记就行了。掌柜的，这头牛真是栏里面最好的？那可不是，何该姑娘长得这么漂亮，这眼光也胜人一筹啊。见王桃花就那么定定的看来，也没下一步动作。姑娘你放心，我这铺子里卖出去的牛啊，都个顶个的好，要是有问题，你尽管回来找我。出了这个门，我老张可就不认了。这牛马会闹腾，缺个腿呀、断个脚啥的，那是你自己没管好。张掌柜，我要换一头牛。啥？换牛？姑娘，你这牛就是这里最好的了，你还要换呢？怎么不可以换吗？张掌柜，我可是把镇栏之宝都还给你了，你应该高兴呀。难不成这牛不好？可以换，可以换。姑娘看好哪一头牛，跟我说些就行，我这不是替姑娘可惜吗？王桃花装模作样的往牛栏里左看右看了一会儿，我要那头，红色多好看，红红火火。啊，那头啊！张来福立马一张脸皱成了苦瓜。姑娘啊，那头牛才1岁半，要是地里干活的话，还得养个1年半载的，不划算呢。要不你再挑过一头？王桃花当作没听见，朝着那牛招了招手。那牛竟然慢哒慢哒的小跑了过来，侧着脑袋，用湿漉漉的眼睛看着自己。王桃花摸了摸他的头，对方竟然吐出粉红的舌头舔了起来。唉，不挑了，就这头吧，嫩就嫩点儿，反正我家也没什么田要耕，你看他多喜欢我。张来福心疼的在滴血，这头牛虽然才1岁多，可是它是正宗的川西红毛牛，还是母牛，再养上半年，至少可以卖上15两银子。牛啊，你一身红毛，以后我就叫你小红吧。你这么乖巧懂事，咱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、5个、6个、7个一定会喜欢你的。王桃花早就瞥到了这掌柜脸上的悔意，
他就是要搬出7个葫芦娃来压压这个市侩的妖精。姑娘，你家哥哥倒是挺多的呀。行吧，这牛你拉走吧。行，那咱们血牛气吧。王桃花换了押，按了手印，就掏出12两银子给了张来福。看到白花花的银子，张来福脸上总算多了一抹笑。掌柜的，你家有牛车卖吗？有，我家牛车是个顶个的结实，用的木头都是好桦木。两人就来到了存放牛车马车的空地，这里放了10来辆崭新的牛车。王桃花看了一圈，选中了一辆中规中矩的牛车。掌柜的，我都在你这边买了牛，你这牛车不得便宜点？你看这里，这根木板都裂了一条缝，说不得跑上几次就得换木板了，又得费功夫。一通话下来，张来福根本没有招架之力。最后王桃花只花了1两2钱银子，就买到一架崭新的牛车。他之前可打听过，这牛车少说得卖1两3、4钱银子。张来福肉痛地看着那牛那车离自己远去，摸了把脸。这一天天的，生意太难做了。王桃花拉着牛还没走上几步，就看到那方贵在街头蹲着。姑娘，你可真听我的买了这个牛啊？你不怕买错了？你看起来还好，不像个坏人。姑娘，你放心好了，这头牛12两银子，只赚不亏。你不是扛包袱吗？咋还会相牛？方贵挠挠后脑勺。那个啥，我祖上以前是马上会这相牛马之术，不过到我这里就只剩下一点皮毛了。说的有些不好意思。王桃花笑道，今天谢谢你帮我的忙，不然我吃大亏了。不客气不客气，你那天也帮了我了。姑娘，我看你拉着牛车也不坐车上，是不会拉牛车吗？要不我教你。太好了，我还正愁着找谁学呢，那得辛苦你了。接下来方贵把王桃花带到旁边的一块空地上教了起来。半个时辰后，王桃花就基本掌握了驾牛车了。姑娘，你可是真聪明啊，这么快就学会了。当年我可是学了大半天呢。主要是小红性子好，我一拉绳子它就走，稍微用点力它就停下了。小红牛被夸了，侧过脑袋哞了一声，仿佛很是高兴。这牛是川西红毛牛，很通人性的。方贵，今日多谢你了，要不改日我请你吃饭吧。不用，小事一桩。姑娘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说着飞奔而去。王桃花新鲜劲儿上来了，就自个驾着牛车去了一趟济世堂。石头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是桃花来了，今天来买些什么？我要10斤寒水石。这寒水石性寒，多食可是伤身体的，你要这么多干嘛呀？石头哥，我自有用处，你放心吧，我保准不是拿去做坏事。这点我倒是信你。再说这寒水石能做什么坏事啊？给王桃花称了10斤寒水石。石头哥，你再给我包点那个养养粉呗。你这丫头怎么净这些稀奇古怪东西啊？哎呀，你可不知道，上次我从县里回去遇到几个泼皮无赖，得亏有这养养粉。说着把涂家3兄弟的事儿简单说了几句。你这胆子可真大。行，我再给你配一些。你这姑娘家来往县城，还是要点东西防身呢。这次给她配了拳头大一包。桃花，现在医馆里药材急缺，价格也涨了些，你要是家里有草药，记得拿过来，就是那寻常的家用草药也是收的。王桃花心里寻思着，倒可以去山上多走几趟，赚上些银钱。又问了些药材的价格，立马点头。过几日我会来县里，到时给你送下来。等王桃花回了村，自是又风光了一回。这1个月之内，又是盖屋子，又是买牛车，还是个没爹没娘的丫头干的。这一下可真是半夜敲钟，一鸣惊人了。最为郁闷的仍然是刁婆子几人在家里骂骂咧咧。王山正围着那头牛转呢。姐，小红好高呀，比我高1个头呢。姐，小红好乖呀，刁大娘那头大青牛就很坏，以前我给它喂草，它老是用头把我叮倒。姐，她一直瞅着我，好像在跟我说话呢。我也觉得小红特别有灵气，所以咱们要把她当成一家人，可不能随意打她骂她。我不打她骂她，以后我还要带她去散步，割最嫩的草给她吃。以后这牛就交给你们俩了。咔嚓，一个茶杯摔得粉碎。李康平，你有种再说一句。爹，你别生气了，就算我去了钱家，难道就不是你儿子了？李东荣气得脑袋嗡嗡响，随手又拿起一个杯子砸过去。爹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李东荣指着李康平骂道，你入赘他们钱家，咱们李家可就断了香火了。我就说这婚事，那姓钱的怎么答应的这么痛快？原来打的这算盘，真是老匹夫。爹，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啊。儿子空有满腹才学，但总是少了那么点运道。有了钱教育的帮助，儿子今春下场举事必定中秀才。再说我这也不能叫做入赘，一没过族谱，二来衙门户籍也没有改，就是住到他们家去了而已。换1万步来说，
这钱教育还能活几年呢？到时候再回来不就行了？李康平下场2次均败北，现在对秀才的功名渴望到了极点。平儿，快给你爹赔不是啊！爹，这是儿子唯一的机会，错过可就没了。儿子要是考不上秀才，将来还怎么光宗耀祖？逆子，你这是猪油蒙了心，你连祖宗都不要了，还光要哪门子门楣？老爷，你别急呀，这事儿咱们还没定下来呢。康平只是跟咱们商量先。这事儿没得商量，像我老李家在这10里8乡也是数得着的人家，没缺他吃穿用度。这个孽障竟然想要入赘，你让我李家脸往哪儿搁去啊？见李康平冷着脸一声不吭，那气又冲了上来。当初把那沟子村的婚事退了，不就想着咱们能大大方方的娶妻吗？他既然这般让人不省心，我看以后现学也不要去了，回家把那铺子接了，安心学做生意吧。总归账簿是看得懂的。爹，你这是要逼死孩儿吗？那你就去死好了。好了，我的天爷呀！你们爷俩闹腾这般做啥？谁说咱们平儿一定要入赘了？夫人可是有什么好法子？现如今咱们有求于他钱家，自然是百般刁难，那咱们就想着让他家来求着咱们娶。你的意思是，若是那钱如儿失了身子，不就由着咱们家搓圆捏扁？李康平眼神闪闪，舔了舔嘴角，心里蠢蠢欲动。夫人呐，那教育再怎么说也是9品学官，要是找平儿的麻烦咋办呢？放心，这钱万山最是迂腐，好面子，出了这事儿保准不敢声张。可这钱如儿守得紧，平日里多碰都不让，儿子也没有法子得手啊。明日我去找下花婆子，她手里有一味药最是好用。父子俩同时吃惊地看了眼对方。王桃花一路去了小溪那边，发现到处是一丛丛又肥又绿的酵头，想着待会儿采完药一定拔些回去炒鸡蛋，接着便开始四处找起了草药。王桃花埋着头一寸一寸地找过去，总算找到了几株黄芪。这干黄芪上次卖15文1斤呢。他掂了掂，这几根足有小20斤了，按1斤出6两来算，小200文就到手了。可接下来就没那么幸运了，直到走到了猴头菇那地方，也没找到什么像样的药草了。王桃花颇有些奇怪，就见这四周很是凌乱，留下了许多脚印，大槐树下还有一堆熄灭的篝火。正打算原路返回，就听到不远处传来脚步声，有人来了，也不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，先躲起来再说。王桃花见其他地方也不好躲，抱着树干飞快地爬了上去。很快树丛里钻出个人影，那人人高马大，胡子拉碴，衣服已经被树枝刮得破破烂烂，左手手臂还缠着厚厚一圈布带，右手则提着只兔子。马大眼，脑海里瞬间浮现了当日原主被欺辱的场景，一股害怕涌上了心头，这是原主本能的恐惧。那个姓黄的狗官真不是人，竟然派人追到了平川县，看来老子得沿着山下的官道去雍州避一避了。那姓土的狗知州真是个软蛋，忒没用了，老子才跟他享了几天的福，他就被砍头了，害得老子成了这丧家犬。抱怨了一大堆，王桃花已经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半刻钟了，心里是又怕又急，难不成今日要在这树上过夜？那马大眼突然打了一连串哈欠。昨晚被那几只狼崽子吵得不安生，老子得补个觉去。说罢，树心里传来一阵声响，这马大眼倒是个会找地方的，藏在树洞里，风吹不到，雨淋不了，还很安全。得，趁现在赶紧跑。王桃花刚要挪动身子，那马大眼就倏的一下睁开眼睛，王桃花吓得赶紧缩回了脑袋。又过了一会儿，那呼噜声更大了，王桃花这才顺着树干往下滑去。刚落地，王桃花一个转身，差点吓死在原地。那马大眼哪里还在树洞里睡觉啊？他正像座铁塔似的杵在那里，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。你装睡！马大眼摸着下巴，满眼银光的把王桃花扫了个遍。老子行走江湖30多年了，要是被你这个小家巧给骗了，老子坟头草早就10丈高了。老天爷待老子不薄啊，送来这么个水灵的小娘们儿，刚好老子憋了10来天了，正好松快松快。马大眼，你别过来！你认得本大爷？大爷，你个死人头，你就是一个畜生！我说咋这么眼熟呢？原来是你这个小丫头片子，不过没死好啊，咱们这次刚好把洞房补上。马大爷，你好歹也是混江湖的，你这般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姑娘，也不怕害臊，就不怕别人笑你？我马大眼谁敢笑啊？再说了，这地方我就是把你给要了，再把你给宰了，谁他娘的又知道啊？怎么办？难不成真要委身给这人渣？太
恶心人了，可我确实打不过他。他突然想到怀中的药粉，他故意害怕的把双手抱在胸前，偷偷的摸出药粉，用大拇指抠破了纸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要和你那样了，你就放我走？那当然了，快把衣服脱了。眼睛中却闪过一丝杀意。王桃花摸了摸手心，已全是粉末。见马大眼已凑到身前，手一扬，那粉末全洒马大眼的脸上了，顿时把他的眼睛给迷住了。接着拔腿就跑。哎呀，你个贱人，敢使诈，老子非活剥了你！马大眼一边揉着眼睛，一边追了上去，接着一个猛扑就把王桃花压在身下。男人粗重的鼻息让他有些恍神，脑海里迅速划过同样的场景。不，3个月前我已死过一次了，这一次我要活着。放开我，这个畜生！他使出全力用脚踢踹着，马大眼却越发兴奋。跑不了了吧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！说着胡乱去扯王桃花的衣服，慌乱之间，王桃花摸到了腰间的匕首，直接朝马大眼的心口刺去。一声利刃入刀的声响，马大眼的眼睛瞬间睁大，就扑倒在了王桃花身上。王桃花赶紧从他身下爬了出来，他看着双手沾满鲜血，身子不由得瑟瑟发抖。杀人了！王桃花跟傻了似的反复念叨着。过了良久，一丝凉风吹来，王桃花总算清醒了过来。马大眼，你杀了原来的王桃花和王有才，今日又想杀我，你死了也是罪有应得，咱们几人的恩怨今天清干净了。王桃花走过去，背起篓子，顺手把那只野兔子给拎上了，末了又去那树洞里看了看，在角落里有个包袱，拿起来颇有些沉重，也顾不上打开看，一股脑的塞进篓子里，就急匆匆的往山下走去。很快附近就狼仰天长啸，一声接着一声。从山里回来后，王桃花连晚饭都没吃，和2个小的交代了几句，就窝进了被窝里。哪料睡到夜里，王桃花突然说起了梦话，汗更是一层层的往下流，连枕头都入湿了。哎呀，姐发烧了，少安，快去倒盆温水，和拿帕子来。刘冬儿唤了好几声，王桃花都没醒来，吓得眼眶都红了。姐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呀！等温水打来后，刘冬儿赶紧浸湿帕子敷在王桃花的额头上，接下来不停地换水，可王桃花还是烧得火热。少安，怎么办呢？姐的额头更烫了。二姐，你在这看着姐，我现在就去找梅婆婆来。借着月光，跌跌撞撞地跑在村里的路上。梅大娘，梅大娘，谁呀？梅大娘，我姐发高烧说胡话了，你快去瞧瞧。孩子，你别急，大娘拿了1箱子就去。等到了王桃花家，媒婆子看了她那模样，也是吓了一跳，赶紧从箱子最底层拿出一粒紫雪丹喂了下去，又喂了1碗温水，那烧总算没再往上升。接着就是施针、推拿、擦拭。等王桃花睁开眼，已是天亮，就见王世安趴在床头睡着了。冬儿，把这碗药给你姐喂一下，过一会儿应该就能醒了。好，辛苦梅大娘了。门开了，姐，你醒了，你可吓死我们了。王世安也醒了，也是抓着她的手又哭又笑。姐就受了点风寒，不要紧的，快别哭了。媒婆子进来，手指搭在王桃花的手腕上，烧退了，那里还有些虚空，不过没啥大事了。好了，我有些乏了，就先回去了。梅大娘，又麻烦你了，改天我做好吃的去谢你。冬儿，帮我送梅大娘回家。不用不用，我老婆子腿脚好着呢。可还是被刘冬儿搀着回去了。下午阳光晴好，就来到院子里散散步。姐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梅大娘说你身体还没好，要多休息。刘冬儿刚挖了野菜回来。放心吧，姐现在头不晕脑不疼，老待屋子里反而闷得难受，多活动活动，身体啊还恢复得快。好吧，那你就在院子里走走，其他地方可不要去。王桃花突然想起昨日的篓子。冬儿，我昨天的篓子呢？昨天都忘了把东西腾出来了，在门后头呢。姐，我这就去给你拿来。不用不用，咱们进去说话。让王世安把门关了，把篓子里的兔子拎出来。王桃花闻了闻，好在现在天气还凉，倒是没坏。姐，你又打到兔子了？算是吧，咱们晚上吃红烧兔肉。把几根黄芪拿出来，剩下的就是那个包袱了。有些颤颤巍巍的解开包袱，就见是一堆金银珠宝，顿时3人都看呆了。姐，好多银子，
王大花已经激动得说不出话了，他拿起一个银元宝掂了掂，足有5、6两重。栓，冬儿，这些银钱是姐从山里捡来的，咱们千万不能说出去，免得遭人眼红，惹来祸事。姐，我们记下了。王大花拿起那小瓶子看了下，软金伞。我去，这武侠里的东西还真有呀！这包金银少说值3、400两银子。